温室花园的一夜荒唐，让帝国公爵彻底失了控。可当他清醒过来，却连那个女人的名字都记不起。而此时皇太子已经带兵逼上门来。深夜的温室花园里，两个人的呼吸彻底乱了。多米尼克将伊琳死压在身下，艾琳只能紧紧抓着他的衣服，带着哭腔，小声喊着：“公爵大人！”这一夜的荒唐注定无法平静。可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来，多米尼克迷迷糊糊地睁开眼，下意识以为自己还在卧室，顺口吩咐管家拿水过来。等他彻底看清周围的景象，整个人瞬间僵在了原地。这里根本不是他的房间，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多米尼克痛苦地揉着太阳穴，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为何会失控。他努力回想昨晚的细节，在宴会上喝了伯爵女儿递来的酒，身体立刻就起了异样的反应。西尔维亚当时还故意凑过来，温柔地劝他上楼休息。紧接着皇太子那边突然派人来找多米尼克，察觉到不对劲，找了个借口便想强行离开，任凭身后的人如何呼喊，他也根本顾不上了，只能摇摇晃晃地往花园深处走去。可体内的药效已经彻底压不住了。而当时的艾琳正巧走进了温室，她根本不会想到这里会成为她命运的转折点。昨晚的记忆断断续续地涌上来，多米尼克只记得自己彻底失控，和那个红发女人纠缠了一整夜。可现在清醒过来，他甚至连对方的名字都想不起来。还没等他理清头绪，公爵府门前就停下了一辆华丽的马车。皇太子大步走了进来。皇太子一进门，看着多米尼克这副狼狈的模样，直接被气笑了。多米尼克还觉得有些奇怪，这位殿下一大早跑来喝茶，到底是为了什么？结果皇太子一开口就爆出了一个惊天消息，他昨天向西尔维亚求婚，竟然被当场拒绝了。皇太子越想越气，直接把这笔账算在了多米尼克头上。多米尼克质问他是不是拿着自己送的红钻石项链跑去跟西尔维亚求了婚。皇太子倒也十分坦然，直接承认了这件事。多米尼克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既然西尔维亚拒绝了您，殿下为什么不换个人求婚？想当太子妃的女人多的是。可皇太子根本听不进去，在他心里只有西尔维亚配得上这个位置。多米尼克直接把问题抛了回去，那你应该去缠着他，直到他点头答应为止。跑来找我有什么用？皇太子冷笑了一声，说自己有一个更省事的办法，只要多米尼克先结婚，西尔维亚自然就会彻底死心。这话一出，直接把多米尼克整不会了。看来这位殿下是铁了心要逼他成婚。此时的艾琳正在花园里忙碌着，女仆玛丽急匆匆地跑了过来。玛丽实在看不下去自家小姐干粗活，赶紧想把手里的工具接过来。艾琳却只是温柔地笑了笑，说一直闷在屋里身体会更难受。玛丽叹了口气，拿她没办法，只好提议两个人一起干。干着干着，玛丽就忍不住抱怨起来，说男爵竟然把艾琳关了整整2天不给饭吃，这哪里像是亲生父亲能干出来的事。话一出口，玛丽才反应过来自己失言了。艾琳倒是一点也不介意，因为她自己也经常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这个家里的亲生骨肉。毕竟那个所谓的父亲以前对她动辄就是一顿粗暴的拉扯。在艾琳的回忆里，男爵因为她在宴会上逃跑的事，指着她的鼻子破口大骂，责怪她让整个家族在皇太子面前丢尽了脸面。继母还在一旁煽风点火，说要是自己的亲生女儿，早就用鞭子狠狠伺候了。男爵也咬牙切齿地保证，以后绝对会用最严厉的手段管教她。这些痛苦的过往像噩梦一样缠着艾琳，让她在无数个夜里难以入眠。就在艾琳发呆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一声刺耳的嘲讽，问家里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干粗活的女仆。艾琳转过头，发现是珍妮斯和她的丈夫回来了。珍妮斯一边抱怨着天气炎热，一边故意把话题扯到了前几天的宴会上。她看着一身素雅甚至有些寒酸的艾琳，脸上满是掩饰不住的嫌弃与冷笑。听说连多米尼克公爵和皇太子都去了，你该不会就穿成这样去丢人现眼吧？看着珍妮斯得意洋洋离开的背影，玛丽气得直跺脚，劝艾琳千万别把这种人的冷嘲热讽放在心上。可依琳却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玛丽有些担心地轻唤了她一声，艾琳这才猛地回过神来，只是在听到多米尼克这个名字时，她的脸颊不自觉地泛起了红晕。看来那天在温室里的荒唐相遇，已经在她心里留下了抹不掉的痕迹。多米尼克听到这里，直接被气笑了，觉得这位皇太子殿下怕是脑子坏掉了，居然能想出这种荒谬的馊主意。皇太子脸上虽然有些挂不住，但多米尼克根本不在乎他的脸色。皇太子直接抛出了让对方无法拒绝的筹码，那就是海恩矿山的绝对开发权。皇太子心里其实非常清楚，矿山的主人如今已经病入膏肓，一旦那个老家伙彻底去世，开发权自然会落入他这个皇太子手里。可多米尼克又怎么会轻易放手？为了这个王国最大的铁山，他已经暗中筹划了整整好几年，这块送到嘴边的肥肉，他绝对不可能拱手让人。这位皇太子绝非什么省油的灯，简直就像一条狡猾阴险的毒蛇。不过多米尼克还是当场拒绝了提议，表示自己今天什么都没有听过。皇太子这下有些不敢相信了，可多米尼克的态度异常坚决，完全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看着皇太子的马车渐渐远去，多米尼克忍不住发出一声冷笑，觉得这位殿下为了西尔维亚，真是连基本的理智都不要了，居然妄想用婚姻来做这场交易。就在他准备休息的时候，西尔维亚却突然急匆匆地赶了过来。多米尼克一看到他就觉得头大，觉得这两人真是轮流来折磨他，就不能自己把事情解决了吗？虽然心里有1万个不耐烦，多米尼克还是耐着性子开口询问，大清早过来到底有什么急事？西尔维亚坐下来直接开门见山说，皇太子昨天已经向他求婚了，
多米尼克听完反应极其平淡，顺口回了一句：“那恭喜你，很快就要当上尊贵的太子妃了。”西尔维亚一听，立刻就急了，大声表白说自己不想当太子妃，他只想成为公爵夫人。多米尼克却根本不为所动，只觉得眼前的女人不可理喻。多米尼克直接挑明了问他，昨天是不是在酒里下了药？西尔维亚这下没法再隐瞒了，只好哭着承认了这件事情，说自己不想一直被当成妹妹，才用了那种让人坠入爱河的药水。可多米尼克根本不吃这一套，态度冷淡的再次拒绝了他，表示自己对他毫无男女之情，随后便直接下了逐客令。等西尔维亚哭着离开之后，多米尼克立刻把属下叫了进来，吩咐他去暗中调查一个人。属下听完有些摸不着头脑。多米尼克凭着昨晚的记忆，描述起那个女人的外貌特征：红褐色的长发，白皙的皮肤，还有一双少见的浅绿色眼睛。多米尼克心里非常清楚，只要找到这个神秘女人，昨晚的谜团就能彻底解开。多米尼克继续回忆昨晚的细节，说那个女人身上有淡淡的花香，穿着一件在月光下闪闪发光的裙子。随着他描述的细节越来越露骨，旁边的属下尴尬的满脸通红，赶紧出声打断了自家公爵。属下有些无奈的开口询问：“那您昨晚是在哪里遇到他的？”多米尼克这才收回了思绪，说是在一个空无一人的温室花园。属下听完立刻躬身领命，表示自己这就去把人找出来。等属下离开房间之后，多米尼克越想越觉得整件事情不对劲。那个女人当时为什么在温室哭泣，而且还是他主动吻了上来？如果这一切是精心设计的圈套，那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多米尼克心里非常清楚，主动贴上来的女人太多了，他必须在谣言传开之前，先一步找到那个女人。艾琳看着送来的华丽礼服，整个人瞬间愣在原地。继母冷冷的吩咐麦肯妻子爵马上就要到了，穿得体面一点，千万别丢了家族的脸面。艾琳这下彻底急了，直接把衣服推到一边。他跑去质问父亲，是不是真要把她卖给那个老头子？可父亲根本没理会他的抗议。看着父亲冷漠离去的背影，艾琳大声呼喊着，却只换来无情的拒绝。这下子，艾琳彻底陷入了绝境。她心里满是抗拒，实在不想向命运妥协。可继母却根本不在乎，反而一脸得意的挑衅他，问他事到如今还能怎么办？看着对方这副小人嘴脸，艾琳这回是真的忍无可忍了。她直接冲上前去，一把将那件礼服扯得粉碎。这一下可把得意的继母气坏了，指着艾琳半天说不出话来。艾琳冷冷地看着他，态度异常坚决地表示自己绝对不会穿这件衣服，更不会去见那个老头子。这下子继母彻底懵了，她怎么也没想到平时温顺的艾琳会这么硬气。艾琳的态度非常坚决，她大声宣布，就算彻底离开这个家，也绝对不会接受这桩婚事。说完，她根本不给其他人反应的机会，直接转身朝大门跑去，身后传来愤怒的呼喊，命令她立刻滚回去。可依琳根本不在乎了，她提着裙子，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城堡。这一次，她是真的要为自己活一回了。可谁能想到，艾琳刚跑到院子里，就迎面撞上了那个传闻中的老头。对方还以为艾琳是专门出来迎接他的，甚至开始油腔滑调的搭讪。艾琳根本不想理会这个男人，直接绕过他，继续往前跑。这下子那个老头子也懵了，在后面大喊着追问他要去哪，但艾琳已经下定了决心。她提着裙子，拼命朝大门外跑去。多米尼克坐在马车里，一眼就认出了雨中的那个红发女人。他立刻吩咐车夫悄悄跟上他。看着在雨中独自前行的艾琳，多米尼克心里满是疑惑，这个看起来如此柔弱无助的女人，真的是那天晚上在温室里主动吻他的那个人吗？此时的艾琳浑身都被雨水淋透了，她越想越觉得委屈，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多米尼克一路跟了过去，发现艾琳进了一家修道院医院。他拿出属下刚送来的调查报告，上面详细记录了艾琳的背景。原来她是男爵家的长女，生母去世后，继母和继妹珍妮斯就进了门，她在家里根本没有立足之地。更糟糕的是，家里为了钱逼她嫁给一个年纪很大的老贵族，而她唯一的亲弟弟此时正重病住在这家医院里。看着这份报告，多米尼克终于明白他为什么会露出那样绝望的表情了。多米尼克心里其实有些犹豫，他并不想卷入这个女人的悲惨命运中，可转念一想，这对他来说反而是个绝佳的机会。随后他便乘车离开了这里。几天后，艾琳独自坐在窗前，手里拿着一个精致的盒子。她轻轻打开盒子，里面放着一个布娃娃和一块带有金色花纹的手帕。看着这块手帕，艾琳不禁想起了那天晚上的场景，那只沾满鲜血的手，至今都让她无法忘记。当时多米尼克受了重伤，是他救了对方，可如今多米尼克似乎完全不记得他了，这让艾琳心里有些复杂，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失望。如果那天他没有喝醉，是不是就能认出自己了？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紧接着房门被直接推开了。继母不请自来，直接闯了进来。艾琳有些不悦，冷冷地质问对方为什么进门不敲门。继母却一脸笑意，问他是不是还在生气。艾琳根本不想和他多废话，直接让他有话快说。继母突然通知艾琳，几天后必须去参加一场宴会，因为那个老子爵也会去。艾琳当即表示拒绝，可继母却根本不理会，反而得意洋洋地拿出一封邀请函，说这可是公爵领发来的。听到这个名字，艾琳整个人都愣住了。与此同时，皇太子对多米尼克突然要办宴会感到非常意外，多米尼克却没多解释，只让对方准备好履行承诺。皇太子这下可乐坏了，以为多米尼克终于妥协了，甚至激动地直呼他是自己的救星。不过皇太子很快又好奇起来，问他到底打算选谁当舞伴，是不是要从这次邀请的名单里挑。皇太子八卦地凑过来，问他是不是
早就有了心上人。多米尼克根本不想多说，只提醒对方别忘了矿山管理权。皇太子立刻拍着胸脯保证，绝对不会食言。不过他还是有些担心，毕竟这可是公爵的终身大事，而且多米尼克的母亲现在还不在首都，这么草率决定真的好吗？多米尼克却表示自己办这场宴会就是为了给母亲一个缓冲的机会。皇太子心里直犯嘀咕，这要是传出去，震惊的恐怕不只是他母亲一个人，西尔维亚估计得哭死。华丽的宴会大厅人头攒动，多米尼克站在2楼露台上，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人群。他一直在等待的那个女人终于出现在了视线中。艾琳刚刚步入宴会大厅，讨厌的老子爵就粘了上来，这让艾琳感到无比厌烦，恨不得立刻逃离这个地方。而这尴尬的一幕全被高处的多米尼克看在眼里，他的计划终于可以正式开始了。盛装出席的西尔维亚主动走来，试图引起多米尼克的注意，可多米尼克的态度却异常冷淡。西尔维亚有些不甘心，特意提起自己今天穿的红裙，询问多米尼克是否好看。多米尼克连看都没看一眼，只是心不在焉的敷衍着，目光始终在楼下的人群中搜寻。西尔维亚立刻明白他在找人，多米尼克也懒得继续纠缠，直接搬出皇太子当借口转身离开。看着他冷漠离去的背影，西尔维亚只能无奈的叹气。而此时好不容易脱身的艾琳正躲在角落里暗自庆幸，继母用生病的弟弟做要挟，逼得艾琳不得不来参加宴会。她正担心会撞见多米尼克公爵，身后却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许久未见的朋友拉着他叙旧，还神秘兮兮地提起八卦，说珍妮斯正黏着罗伊斯不放。朋友忍不住替艾琳打抱不平，明明罗伊斯从小就围着艾琳转，最后怎么娶了那个珍妮斯？听到罗伊斯的名字，艾琳心里五味杂陈。那是和他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曾经口口声声说非他不娶，可他对罗伊斯只有朋友的情谊。看着不远处的罗伊斯和珍妮斯，艾琳心中只觉得无比讽刺。她想不通青梅竹马为何会娶了继妹，每次在家碰面都尴尬的让人窒息。珍妮斯主动凑了过来，假模假样的询问依琳弟弟的病情。艾琳不想多说，只想尽快避开。此时继母正在人群中搜寻艾琳，生怕这个摇钱树脱离掌控。珍妮斯却一把拉住母亲，指着不远处的西尔维亚，说那可是未来的公爵夫人。母女俩一拍即合，立刻换上谄媚的笑脸，凑到西尔维亚面前大肆奉承。面对母女俩的刻意讨好，西尔维亚态度十分冷淡，随便客套2句便转身离开。继母忍不住小声抱怨对方傲慢，珍妮斯赶紧拉住母亲劝阻，毕竟人家很快就是公爵夫人了。此时艾琳正独自在阳台吹风，看着眼前奢华的景象出神，身后却突然传来低沉的男声。多米尼克不知何时走了过来，调侃他是不是又在等什么人。艾琳惊慌地回过头，发现来人竟然是多米尼克公爵。多米尼克盯着慌乱的艾琳，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这女人上次在温室也是这副表情。他一步步逼近艾琳，直言他们需要好好谈谈。艾琳暗骂自己大意，本以为宴会人多能躲过去，没想到还是被逮个正着。他心乱如麻，祈祷对方不记得那晚的事，可多米尼克接下来的话直接击碎了他的幻想。多米尼克冷笑着表示自己什么都记得，包括他当时是如何勾引他的。艾琳彻底慌了神，连忙解释那天喝醉的是公爵，是对方突然闯进温室的。多米尼克根本不信他的辩解，警告他不要再装傻，更别想从他身边逃走。眼看无路可逃，艾琳只能无奈解释，当时是因为听到有人靠近，为了不添麻烦才被迫离开。多米尼克步步紧逼，质问他是不是想把秘密带进坟墓。艾琳连忙保证绝不乱说，可多米尼克根本不买账，反而俯身凑得更近，直言自己根本忘不掉那一晚，他的生活已经被彻底打乱。多米尼克要求艾琳必须负责，艾琳瞬间大脑一片空白。这时多米尼克注意到有人偷看，他不仅没有避嫌，反而故意贴得更近，就是要让八卦传出去。接着他突然提起艾琳生病的弟弟，瞬间拿捏住了艾琳的死穴。听到弟弟的名字，艾琳瞬间警惕起来，质问公爵是不是调查了他。多米尼克毫无诚意地道着歉，却直接将他逼入墙角。多米尼克开门见山抛出诱饵，只要依琳答应契约结婚1年，他就会负责治好他弟弟的病。这致命的条件瞬间击中了艾琳无法拒绝的软肋。多米尼克抛出诱人条件后，便带着神秘的微笑转身离去，留下艾琳独自在原地纠结。他实在想不通，高高在上的公爵为何会缠上他。还没等他理清思绪，继母就急匆匆地赶了过来，强行将他拽向宴会深处，说是麦肯齐子爵已经等候多时。一见到子爵，父亲立刻堆起虚伪的笑容，催促艾琳赶紧过去打招呼。看着父亲那副唯利是图的嘴脸，艾琳只觉得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这根本就是要把他当成商品卖掉。这一次他不想再忍耐了，当着子爵的面冷冷表态，自己绝对不会嫁给他。这突如其来的反抗让父亲的笑容瞬间僵在脸上，眼看气氛降到了冰点，继母赶紧陪笑打着圆场，谎称艾琳是发烧烧坏了脑子。可依琳根本不给他们台阶下，当众宣布以后绝不接受相亲，随后便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场，留下父亲和子爵在原地脸色铁青。夜幕降临，艾琳心急如焚的赶回医院，推开病房的门，躺在床上的正是他病重的弟弟埃迪。看到姐姐穿着华丽的礼服，埃迪有些好奇地轻声询问，艾琳强撑着笑意敷衍过去，温柔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看着弟弟苍白虚弱的面容，艾琳的心仿佛被针扎一样疼。埃迪喃喃自语，说自己真的很想去外面看看，这让艾琳再次想起了多米尼克的提议，为了弟弟的命，他真的要答应那场契约婚姻吗？看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埃迪轻声说自己很喜欢下雨，
这让他想起小时候和姐姐在雨中奔跑的快乐时光。可一回到现实，艾迪的眼神便暗淡了下去。他深知是自己拖累了姐姐。父亲和继母之所以还没赶走他们，只是想榨干艾琳最后的价值。艾琳心疼地握紧弟弟的手，安慰他不要胡思乱想，谎称秋天就能带他去旅行。可以走出病房，继母那恶狠狠的威胁又在耳边回响，如果他敢逃走，弟弟立刻就会被赶出医院。看着空荡荡的走廊，艾琳陷入了深深的绝望。难道他只能向这悲惨的命运妥协吗？艾琳正盘算着带弟弟逃离这里，去投奔姨祖母，可多米尼克那晚的提议却像个甩不掉的魔咒般缠绕着他。他实在想不通公爵的真正意图。第二天清晨，艾琳刚走到花园，就察觉到周围异样的目光，旁人都在对着他指指点点。正当他疑惑不解时，好友夏洛特急匆匆地跑了过来，一把拉住他，焦急地询问那个惊人的传闻。听到夏洛特的话，艾琳整个人如遭雷击。传闻竟然说他和公爵在宴会上举止亲密。艾琳瞬间恍然大悟，多米尼克那天绝对是故意的，他早就料到有人在暗中监视。尽管艾琳极力向好友解释，但舆论的火苗已经无法扑灭。刚一回到家，继母就阴阳怪气地迎了上来，嘲讽他难怪看不上子爵，原来是攀上了公爵这尊大佛。看着继母那副谄媚又嫉妒的嘴脸，艾琳只觉得无比头疼，她彻底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如今连父亲和继母都知晓了此事，艾琳原本带弟弟投奔姨祖母的计划彻底被这突来的变故打乱。但仔细想想，多米尼克给出的条件确实无法拒绝，只要契约结婚1年，弟弟就能得到最好的治疗，他也能彻底摆脱这个窒息的家。虽然被对方调查背景当成筹码，让他心里感到十分不甘，但眼下他根本没有挑3件4的资本，与其在这个家里任人宰割，不如放手一搏，去赌一个未知的未来。艾琳缓缓拿出盒子里的信物，眼神逐渐变得坚定。不就是当1年的公爵夫人吗？这笔交易他接下了，他要让那些欺压他的人付出应有的代价。多米尼克刚准备抽身离开，就被西尔维亚强行拦下。西尔维亚急切地追问，最近的绯闻是不是真的？多米尼克神色冷漠，声称自己毫不知情。西尔维亚气急败坏地质问，你堂堂公爵怎么会和无名女子扯上关系？多米尼克冷笑一声，警告他背后议论别人太失礼。西尔维亚依然不死心，搬出皇太妃来施压。多米尼克直接凑到他耳边，声音冰冷的警告，今天是皇家庆典，最好别在这里丢人现眼，这里不是谈话的场合。直接把西尔维亚的话堵了回。正当气氛陷入尴尬时，多米尼克看到走来的本杰明，立刻主动上前搭话，顺势提出要聊聊翻新宅邸的事。本杰明受宠若惊，连忙点头答应。多米尼克转过头，敷衍地对西尔维亚说了句改天再聊，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只留下西尔维亚独自站在原地。他怎么也没想到，多米尼克为了躲避他，竟然会用这种方式将他晾在一边。就在西尔维亚委屈难过时，一个温和的声音突然叫住了他，来人正是皇太子殿下。他主动上前关切地询问，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西尔维亚赶紧掩饰，声称自己并无大碍。皇太子却温柔地安慰他，如果有任何烦恼，随时都可以向他倾诉。听到这番话，西尔维亚心中顿时一暖，轻声向殿下表达谢意。有了皇太子的体贴关怀，刚才被冷落的委屈瞬间消散了大半。而另一边，新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艾琳独自来到了公爵府前，看着眼前宏伟的庄园，她心里难免有些打鼓，自己真的能在这里生存下去吗？正当她思绪万千时，身后突然传来急促的马蹄声。艾琳下意识地回头，没想到来人竟然是多米尼克本人。多米尼克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笑着调侃道，看来你比我想象中更快做出了决定。接着他翻身下马，主动向艾琳发出邀请，既然天气这么好，不如一起走走。这看似轻松的散步邀请，意味着他们的契约婚姻正式拉开序幕。多米尼克一上来就指起艾琳的手行了个稳手礼，这举动看似绅士，实际上却是在逼他表态。多米尼克笑着说，如果不是来找他的，现在就可以回去了。艾琳心里很清楚，这家伙明明什么都知道，却偏偏要故意看他笑话。但一想到生病的弟弟，他知道自己根本没有任性的资本，只能强压下心头的怒火，主动开口承认自己是来找他的。两人并肩走在花园里，艾琳深深吸了一口气，决定开门见山。她坦白承认自己现在的处境确实非常糟糕。当初听到结婚提议时，她还以为对方只是想羞辱她。艾琳深吸一口气，终于下定决心开口，如果多米尼克的想法还没变，她愿意接受那个结婚提议。看着眼前强撑镇定的艾琳，多米尼克心里自嘲一笑，觉得自己现在就像个大反派。他伸手轻轻托起艾琳的下巴，笑着夸她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可伊琳心里却觉得怪异，明明是在谈论终身大事，多米尼克的脸上却没有任何情绪起伏，没有爱恨，也没有任何多余的感情。虽然只有短短1年的时间，但要扮演好公爵夫人并不容易。毕竟在多米尼克眼里，他只是一个各取所需的合作伙伴。多米尼克一边整理手套一边交代，府里的仆人会全力协助他，至于家里的事情，需要他自己去解释清楚。艾琳看着眼前冷漠的男人，只能轻轻应了一声。看着艾琳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多米尼克主动打破沉默，问他到底在想些什么。艾琳这才回过神来，有些局促地询问，如果以后举办婚礼，能不能邀请他的姨祖母过来？多米尼克回答得很干脆，既然是你的婚礼，你想邀请谁都可以。不仅如此，多米尼克还主动提出会尽快安排将他弟弟转到更好的病房，甚至连送他回家的马车都准备好了。艾琳下意识想要拒绝，觉得自己走回去就行，
但多米尼克却笑着提醒他，既然要演戏，就要演得逼真一点，坐着公爵府的马车回去，比任何解释都管用。艾琳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确实考虑的不够周全，连忙向对方道歉。多米尼克倒是不介意，只是温柔地牵起他的手，叮嘱他路上注意安全。看着眼前行事滴水不漏的男人，艾琳心里很清楚，他是真的打算把这场假结婚彻底变成既定事实。马车缓缓驶离了公爵府，独自坐在车厢里的艾琳终于忍不住叹了口气。虽然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但真正面对这一切时，还是觉得比想象中更加疲惫。这辆马车实在是太奢华了，坐在这里就像是穿了一件不合身的衣服，更别提还要去欺骗所有人，这让他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太。就在他看着窗外发呆时，突然发现有些不对劲。等等，这根本就不是回他家的路，这辆马车到底要把他带到哪里去？华丽的马车缓缓停下，车夫恭敬地请依琳下车。看着眼前完全陌生的街景，艾琳心中升起一丝疑惑。车夫解释说是公爵的吩咐，已经提前为他订好了东西。艾琳顿时百感交集，原来多米尼克早就料到他会答应，甚至连高档礼服店都提前预约好了。可他刚一迈进店门，迎面就撞上了几个贵族小姐，其中身穿绿色礼服的珍妮斯，一看到艾琳就阴阳怪气的嘲讽，问他是不是走错了地方，还说对面的肉铺才更适合他。周围的贵妇们也跟着哄笑起来，这明摆着是要故意看他的笑话。面对珍妮斯的冷嘲热讽，艾琳可没打算忍气吞声，她直接冷笑着反击回去，说自己是来这里办正事的，顺便还暗讽珍妮斯看上的帽子根本配不上她那庸俗的气质。这话一出，旁边的人直接笑出了声。珍妮斯气得当场指着艾琳发飙，可依琳根本不给她发作的机会，转头对店员亮出身份，说自己是来拿多米尼克公爵订的东西。听到公爵的名号，店员的态度瞬间180度大转弯，恭恭敬敬地把依琳请了进去，只留下珍妮斯一个人在原地傻眼。拿完东西回到家后，艾琳把公爵求婚的消息告诉了家人。听到这个消息，贪婪的家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可是高高在上的公爵大人啊！面对家人们的连番追问，艾琳只能点头承认了这桩婚事。可家人们不仅没有半点担心，反而开始疯狂幻想攀上高之后的好处。看着他们贪婪丑陋的嘴脸，艾琳心里只觉得一阵恶心。她冷冷地丢下一句婚礼自己会看着办，接着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而此时，在遥远的南部海利诺，一场关于异国见闻的茶会正在悄然进行。茶会之上，皇太妃正和众人聊得开心，突然手下送来了一封紧急信件，说是多米尼克公爵亲自传来的。旁边的贵妇们顿时紧张起来，纷纷猜测是不是帝都出了什么大事。可皇太妃拆开信件一看，却忍不住笑着告诉大家，多米尼克那个冷酷的家伙要结婚了。这个消息如同重磅炸弹，瞬间让整个社交界彻底炸开了锅。所有人都在私下里议论纷纷，堂堂公爵怎么会娶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落魄贵族？大家甚至都在暗中猜测，皇太妃要是知道了这个消息，估计得被气个半死。可不管外界如何议论纷纷，婚礼的日期还是以最快速度定了下来。就在这时，艾琳日盼夜盼的姨祖母终于风尘仆仆的赶到了。一见到这位疼爱自己的长辈，艾琳立刻委屈的扑了上去。姨祖母看着消瘦的艾琳，满脸心疼，直唠叨她怎么瘦了这么多。旁边的父亲见状，赶紧上前搭话，想要请姨祖母先进屋休息。可姨祖母根本不给他好脸色，直接冷冷的开口拒绝了。他这次大老远赶过来，可不是为了和这家人叙旧的，而是要好好盘问一下这场处处透着古怪的婚姻。面对姨祖母的严厉追问，艾琳只能尴尬的陪着笑脸。姨祖母可不是好糊弄的人，直接警告艾琳别想撒谎，她那双眼睛一眼就能看穿。眼看实在瞒不过去，艾琳一咬牙，干脆编了个惊天大谎，说自己和公爵已经共度了一夜。这话一出，姨祖母整个人都彻底懵了，直呼没想到艾琳居然这么大胆。艾琳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编下去，说男女之间的事情谁也说不准。其实她心里早就虚得不行，虽然她很想对长辈说实话，但契约结婚的秘密是绝对不能泄露的。好在姨祖母虽然觉得有些荒唐，但总算勉强相信了这个解释。可还没等两人松一口气，女仆突然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原来是公爵府送来了紧急信件。艾琳拆开信一看，心里顿时咯噔一下，原来是皇太妃已经回到了府邸，并且指名道姓要单独召见她。这下可把艾琳给彻底难住了。虽然她刚刚勉强糊弄走了姨祖母，但皇太妃可绝对不是省油的灯。作为多米尼克的母亲，她怎么可能看不出这其中的猫腻？要是被她发现这是场契约婚姻，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艾琳看着手里的信件，心里开始不停地打鼓，自己这次是不是真的太冲动了？看着忧心忡忡的艾琳，姨祖母突然开口说道，自己其实对这位皇太妃有些了解。艾琳一听，顿时来了精神。姨祖母接着回忆起往事，这个皇太妃年轻时就是个艺术狂人，甚至为了和艺术家们混在一起，连家里的事情都顾不上管。最关键的是，他们两人以前在拍卖会上经常撞车，为了抢夺心仪的艺术品，甚至差点当场就着头发打起来。所以姨祖母特意叮嘱艾琳，见面的时候千万别提起两人的关系，免得被对方公报私仇。听到这些荒唐的陈年八卦，艾琳心里反而更加没底了。这位皇太妃听起来实在太不按常理出牌，接下来的见面真的能够顺利过关吗？另一边，皇太妃正端详着新得来的奇石，在她眼里，这可是难得的艺术品。就在她沉浸其中时，女仆突然进来汇报，说西尔维亚求见。
听到这个名字，皇太妃有些意外，但还是让人把她请了进来。西尔维亚一进门，心里其实早就打好了算盘。他觉得多米尼克突然宣布结婚，皇太妃现在肯定气得不轻，自己正好可以借机挑拨一下。可没想到，皇太妃表现得异常平静，只是客套地寒暄了几句。她叹了口气说：“虽然自己也很遗憾，但多米尼克决定的事，谁也拦不住。”还没等西尔维亚反应过来，皇太妃就直接下了逐客令，借口下午还有别的安排，不能多陪他了。这一下直接把西尔维亚整懵了，他怎么也没想到对方会态度冷淡地赶他走。明明他觉得皇太妃也不同意这门婚事。没办法，西尔维亚只能尴尬地告辞离开。就在他的马车驶离公爵府时，另一辆马车刚好迎面驶来。这马车里坐着的正是准备来赴约的艾琳。艾琳刚到公爵府，就隔着窗户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正是刚刚被赶出来的西尔维亚。看着西尔维亚失魂落魄的样子，艾琳心里五味杂陈。毕竟在大家眼里，西尔维亚才是最配多米尼克的人，这让艾琳忍不住开始自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抢了别人的位置，接下来的路到底能不能走好。可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在女仆的带领下，艾琳走进了会客室，看着眼前金碧辉煌的房间，艾琳忍不住在心里惊叹，这里的布置不仅奢华，而且处处透着主人的独特品味。就在她看得入神时，一块造型奇特的石头吸引了她的注意。这东西放在这里，怎么看都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还没等她琢磨明白，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问她是不是对这些藏品感兴趣。艾琳吓了一跳，转头一看，来人正是多米尼克的母亲皇太妃。艾琳赶紧收起好奇心，恭敬地向对方行礼，自我介绍。皇太妃虽然嘴上客套着，但那审视的目光却直勾勾地落在了艾琳身上。皇太妃觉得艾琳虽然有些紧张，但仪态举止都挑不出毛病，看来确实值得再观察一下。接着，皇太妃笑着说，自己刚回京城，所以现在才和她见面。艾琳也赶紧客气地回应，请皇太妃不用这么拘束。这时，皇太妃注意到了那块怪石头，嫌弃地说，这东西太碍眼，准备叫人直接搬走。艾琳一听，赶紧拦了下来，说这石头其实很有意思，自己刚才都看入迷了。皇太妃有些意外，问她到底看出了什么。艾琳老老实实的回答，这石头看起来就像是一位母亲正用全身拥抱着刚出生的婴儿。这话一出，皇太妃整个人都愣住了。原来这么多年来，看过这块石头的人无数，却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和皇太妃有相同的感受。皇太妃有些激动地追问，她是不是真的看出了这个意境？艾琳被这反应吓了一跳，赶紧低头道歉，说自己只是随口一说。谁能想到，这无意间的一句话，竟然直接戳中了皇太妃的心窝子。皇太妃并没有生气，反而笑着说自己也有过类似的想法。接着他热情地拉着艾琳坐下，说想多了解了解她，尤其是多米尼克的感情生活。两人坐下喝茶聊天，皇太妃感叹，难怪以前在社交界没见过艾琳，原来她之前一直在照顾生病的亲戚。艾琳解释说，那位长辈身体已经好多了，这次还特意从卡斯蒂亚赶来参加婚礼。听到卡斯蒂亚这个地名，皇太妃突然愣了一下，艾琳心里一紧，难道皇太妃是想到了自己的姨祖母？皇太妃赶紧掩饰过去，说他们在卡斯蒂亚也有别墅，只是那里曾经发生过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听到不愉快的事情，艾琳心里顿时有些打鼓。皇太妃虽然解释说只是个小意外，但艾琳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皇太妃接着说，多米尼克其实非常喜欢卡斯蒂亚，虽然他自己完全无法理解，在经历了那样荒唐的事情之后，多米尼克怎么还会喜欢那个地方。听到这里，艾琳整个人都愣住了。多米尼克居然喜欢卡斯蒂亚，难道他还在怀疑当年的那场意外？又或者他其实早就认出自己了？看着有些走神的艾琳，皇太妃轻轻唤了她一声。艾琳猛地回过神来，赶紧掩饰说自己只是听到卡斯蒂亚，一时有些感触。皇太妃若有所思地看着她，猜测艾琳在那里住了那么久，肯定会很怀念，甚至说不定她和多米尼克以前就在卡斯蒂亚见过。艾琳只能尴尬地附和说，确实有这个可能。皇太妃顺着话题继续追问，既然都聊到这了，不如跟我讲讲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决定要结婚的？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艾琳只能硬着头皮陪笑。她心里很清楚，绝对不能让皇太妃起疑，毕竟契约结婚的秘密是她必须独自保守下去的深渊。几年前的卡斯蒂亚，艾琳女扮男装参加舞会，本以为只是一场普通聚会，林子里却突然传来巨响，紧接着是刺耳的枪声和惨叫。艾琳大着胆子循声找过去，可当她看清眼前的景象时，整个人瞬间被吓得呆立在原地。还没等艾琳靠近，一个黑影就慌忙逃进森林，紧接着她便看到倒在血泊之中的多米尼克。眼看对方伤势过重，即将昏迷，艾琳急忙跑过去试图施救。就在这时，多米尼克突然死死抓住了她的手，他吃力地睁开双眼，对艾琳说出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马车上的艾琳心乱如麻，脑海里全是皇太妃刚才的话。原来多米尼克也一直记着当年他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了冷静下来，他提前下车，准备步行去探望生病的朋友夏洛特。可就在他低头沉思时，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呼喊，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整个人就被一股力量猛地拉开。来人正是罗伊斯，他正一脸焦急地看着艾琳。看清是罗伊斯后，艾琳下意识想要避开，可对方却死缠烂打不肯放手，甚至质问他为什么要躲着自己。艾琳心中满是厌恶，索性直接把话挑明，直言他的纠缠已经造成了困扰。看着愣在原地的罗伊斯，艾琳冷声提醒对方，他们现在只是普通朋友，况且罗伊斯已经娶妻成家，理所当然应该保持距离。
罗伊斯不仅没有反省，反而质问艾琳是怎么勾引上公爵的。这番无耻的话彻底激怒了艾琳，她大声斥责对方，当初明明是她自己选择了背叛，现在根本轮不到她来插手。可罗伊斯却死死拽住她，甚至出言威胁，问她敢不敢让公爵知道两人的过去。面对这个纠缠不清的无赖，艾琳一时间竟无法挣脱。就在两人拉扯时，一只强有力的手突然按住了罗伊斯。多米尼克面色阴冷，质问对方找自己的未婚妻什么事。他顺势将意林护在身后，强大的气压逼得罗伊斯瞬间认怂。多米尼克冷声警告对方，既然是亲戚，就该守规矩，别做任何越界的事。随后他根本不听对方辩解，直接拉起艾琳的手转身离开。看着身前高大的身影，艾琳一时间有些失神。回到马车上，多米尼克冷冷地开口询问他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他警告艾琳，在契约结束之前，绝对不能闹出任何丑闻。艾琳连忙解释，自己和罗伊斯早就没有瓜葛，只是对方如今娶了他妹妹，而且两家以前还订过婚约，所以才避无可避。他也想不通，这个男人为什么还要来纠缠。听完解释后，多米尼克沉默了片刻，淡淡表示这件事交给他来处理。艾琳有些慌乱，解释说自己不想给他添麻烦。多米尼克却反问他，难道还打算继续放任不管吗？这一问直接让艾琳哑口无言，只能任由多米尼克做下决定。多米尼克自信一笑，让他安心准备接下来的婚礼。至于那个纠缠不清的男人，他自然有办法对付。多米尼克再次叮嘱艾琳，让他别再为罗伊斯的事情操心，只要安心准备婚礼就好。艾琳听完也觉得有道理，自己马上就要结婚了，确实没精力再去管那个疯子，于是乖乖点头答应了下来。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大婚这天。公爵府的户外婚礼办得极其奢华，引得前来祝贺的贵族们赞叹不已。不过私底下，大家还是忍不住嚼起舌根，议论起艾琳娜并不算显赫的出身，甚至有人开始嘲讽尼尔森男爵一家这下可算攀上高枝了。而此时的男爵夫人正得意洋洋地跟旁人炫耀，说自己一直把艾琳当亲生女儿疼爱，如今总算盼到了这一天。这副虚伪的嘴脸，还真是让人有些哭笑不得。婚礼现场的贵妇们正围着男爵夫人不停地恭维，夸赞艾琳气质高雅，甚至说她比二女儿优秀得多。听到这话的男爵夫人只能尴尬地陪着笑脸。就在这时，新娘终于入场了。身穿婚纱的艾琳一出现，立刻吸引了全场的目光，大家都忍不住赞叹她的美丽。可人群中却有人突然愣住，甚至失声叫出了艾琳生母的名字。大家都觉得艾琳现在的样子简直和她去世的母亲一模一样。听到旁人提起那个女人，男爵夫人心里那股怨气一下子就涌了上来。听着周围人的赞美，艾琳心里却只有苦涩。漂亮的婚纱，完美的场地，还有眼前这位无可挑剔的新郎，可这一切偏偏只是一场协议婚姻。看着站在圣坛前的多米尼克，艾琳一步步往前走，耳边的掌声越热烈，她心里就越觉得讽刺。她不断地告诫自己，千万别动了真心，因为这一切根本不属于她。就在她胡思乱想的时候，多米尼克转过身，温柔地唤了她的名字。看着多米尼克伸过来的手，艾琳一时间有些失神。这个男人眼里的温柔，到底有几分是真的？多米尼克看着眼前的艾琳，由衷地赞叹她今天美极了。听到这话，艾琳有些失神，但她很快就冷静了下来，不断地提醒自己，这只是一场戏，千万不能当真。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那就把这场戏演到极致，就当这是自己人生中唯一的一次婚礼，至少以后想起来不会留下什么遗憾。随着神父庄严的宣誓，两人的婚姻契约在这一刻正式生效了。神父微笑着宣布，现在可以用一个吻来见证誓言了。听到这话，艾琳心里咯噔一下，她忍不住紧张起来。多米尼克轻轻掀起她头纱，看着慢慢靠近的脸，艾琳不断地安慰自己，这不过是做给外人看的戏嘛，只要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可当多米尼克的唇贴上来时，事情却开始有些不对劲了。这个吻并没有像预想中那样浅尝辄止，多米尼克突然加深了这个吻，甚至有些霸道地咬了她一下。还没等艾琳反应过来，多米尼克就一把将她死死搂进怀里。这个吻的激烈程度完全超出了艾琳的预期，周围的宾客们看到这一幕，也都忍不住发出阵阵惊呼，纷纷感叹这对新人真是热情似火。好不容易等这个吻结束，多米尼克看着怀里有些失神的艾琳，自己也有些愣住了。他本来计划的很好，只是做个样子碰一下就分开，可刚才那一刻，他却根本控制不住自己。多米尼克心里泛起了嘀咕，自己为什么会失控？这明明只是一场协议婚姻。夜幕降临，新房里的艾琳却怎么也冷静不下来，毕竟今天是新婚之夜。可多米尼克却连个招呼都没打，就直接不见了踪影。艾琳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心里七上八下的，她今晚到底还回不回来？如果不来，好歹也说一声，省得自己在这儿干等。就在她纠结要不要干脆睡觉的时候，房门突然被人推开了。多米尼克拿着酒杯和红酒，看着一脸惊愕的艾琳，他一脸淡定的开口说：“新郎进新娘的房间再正常不过了，而且听说他想喝酒，所以特意送了过来。”这下轮到艾琳尴尬了，她赶紧解释，自己只是因为太紧张睡不着，才想着喝一杯解解乏。多米尼克顺手倒了2杯酒，说自己刚好也想喝一杯。艾琳有些局促地接过酒杯，小声地向他道谢。看着眼前的多米尼克，艾琳突然觉得有些异样。平日里这个男人总是衣冠楚楚，永远是一副冷静沉稳的模样，可现在他领口大开，整个人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慵懒，这副有些不修边幅的样子让艾琳有些心慌意乱。她赶紧在心里警告自己要清醒一点。为了打破这尴尬的氛围，她主动提起哥哥的事情，向多米尼克道谢。
并承诺就算以后离婚了，也绝对不会忘记这份恩情。可听到离婚这2个字，多米尼克却突然沉默了，他只是静静地看着艾琳，什么话也没有说。这反常的反应让艾琳心里更加没底了。多米尼克冷不丁地问他打算怎么报答自己，还没等艾琳反应过来，多米尼克突然伸手捏住他的下巴，强迫他抬起头看着自己。看着有些慌乱的艾琳，多米尼克凑上前低声说：“既然现在已经结婚了，那他只要履行好妻子的义务就足够了。”看着近在咫尺的英俊脸庞，艾琳一时间有些慌乱。其实，在温室的时候，他就已经幻想过无数次这样的场景。可当多米尼克真的靠过来时，艾琳心里却打起了退堂鼓。他们明明只是协议假结婚，自己真的可以沉溺在这份温柔里吗？察觉到艾琳的抗拒，多米尼克停下了动作，低声问他是不是害怕了。艾琳赶紧摇头否认，多米尼克却自嘲地笑了笑，说：“既然他不愿意，那就算了，反正他们只要在外人面前演好夫妻就行。”看着多米尼克转身离去的背影，艾琳心里却空落落的。这好好的新婚之夜，难道就要这样不欢而散了吗？多米尼克语气缓和下来，让他不用这么紧张，先去睡觉，自己还要处理公务。艾琳有些局促，主动提出自己去睡沙发，免得2个人挤在一张床上尴尬。多米尼克却觉得没必要，那张床大的能睡下3个人，而且他明天一早就要出差，根本不会和他同床。听到这话，艾琳心里五味杂陈。她看着那张大床，突然觉得自己把这桩契约婚姻想得太简单了。艾琳躺在空荡荡的大床上，本以为会紧张的睡不着，结果因为折腾了一天，直接睡了过去。第2天一早，艾琳迷迷糊糊的醒来，转头看向身旁，却发现多米尼克已经不见了。这空荡荡的半边床让艾琳心里有些说不出的滋味。这位新婚丈夫难道已经出发了吗？多米尼克确实已经走了，艾琳心里反而松了一口气。要是真的一起吃早餐，自己肯定会尴尬的不知所措。就在这时，女仆推门走了进来，贴心的向依琳问好，还打趣说新婚之夜确实容易累着。艾琳有些不好意思，顺口问起多米尼克的去向。女仆无奈的叹了口气，说公爵一大早就出发去出差了。艾琳正听着，却突然注意到女仆端着水盆的手上面似乎有伤痕，这手是怎么弄伤的？艾琳立刻拉住女仆询问，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女仆一下子慌了神。女仆以为艾琳是嫌弃自己手脏，慌忙提出要换别的女仆来伺候。艾琳赶紧拉住她解释，说自己只是担心她手上的烫伤，如果不赶紧擦药，可是会留疤的。为了不让女仆的伤势加重，艾琳特意叮嘱她最近别再碰水，洗脸水让其他人送来就行，还温柔地征求她的意见。这可把女仆给整不会了。她本以为贵族都非常挑剔，就像以前经常来做客的西尔维亚那样，根本不会把下人当人看。可眼前这位新夫人却完全不同，不仅没有半点架子，甚至还主动关心起她这个小女仆，这让她心里暖洋洋的，连忙答应了下来。随后便带着艾琳前往餐厅。女仆一边走一边琢磨，要不要去花园摘些木槿花，把新房好好装饰一下，好让这位温柔的新夫人开心。到了餐厅，管家杰弗里已经准备好了早餐。艾琳刚坐下，杰弗里就递过来一封信，说是公爵大人临走前特意留下的。艾琳有些意外地拆开信，多米尼克在信里写道，已经按约定处理好了他弟弟的事，让他安心在府里住下。杰弗里在一旁解释说，公爵大人平时工作就忙，经常需要出差。艾琳笑了笑，表示理解。她在心里安慰自己，反正这只是一场各取所需的协议婚姻，自己这个冒牌新娘根本没资格去计较这些。既然已经成了公爵夫人，艾琳决定打起精神，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她主动向管家杰弗里请教，希望吃完早餐后能学习一些公爵夫人的基本礼仪，并让杰弗里随时指出她的不足。杰弗里恭敬地答应了。接着依琳顺口问起皇太妃的去向，杰弗里告诉她，皇太妃为了准备2天后的茶话会，特意去商业街挑选新茶具了。听到茶话会3个字，艾琳顿时紧张起来，这可是她婚后的第一次社交亮相，皇太妃肯定会把她介绍给所有人。对于不擅长社交的艾琳来说，这无疑是一场硬仗，她必须打起12分精神。转眼到了茶话会当天，华丽的花园里坐满了盛装出席的贵妇，看着聊得热火朝天的贵妇们，艾琳发现自己根本插不上话，他们聊的都是歌剧之类的话题，这些是她以前在乡下根本接触不到的。就在她感到有些尴尬的时候，一名贵妇突然把话题引向了她，笑着问她是不是也很擅长骑，还说期待她在接下来的狩猎大赛和公爵一展身手。这下可把艾琳难住了，她从小就不受父亲待见，根本没人教过她骑马。但就在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时，她突然想起了皇太妃之前的叮嘱，不需要刻意去迎合任何人，只要做自己就好，时间久了自然就习惯了。想到这，艾琳的心情放松了不少。她端起茶杯，坦白自己并不擅长狩猎，但为了能陪在多米尼克身边，她还是打算去练习一下。听到她这么说，周围的贵妇们纷纷表示理解，觉得对小动物开枪确实有些残忍。皇太妃也笑着帮她解围，说生活里还有很多其他有趣的爱好。西尔维亚顺着话茬继续问，那公爵夫人平时都有什么爱好呢？提起这个，艾琳一下子来了精神，说自己从小就特别喜欢画画，每次难过的时候，只要拿起画笔就能忘掉所有烦恼。听到这个回答，西尔维亚的表情有些微妙，但旁边的贵妇们还是礼貌的恭维，说那画面一定非常优雅。趁着大家聊到画画，艾琳顺势向皇太妃提出请求，想把花园角落里废弃的旧温室改造成自己的画室。听到这个提议，皇太妃非常赞同，甚至觉得以后可以在画室里举办茶话会。看着
艾琳这么快就掌握了主动权，皇太妃心里暗暗赞许，觉得她这个新女主人做得有模有样，连那些想看笑话的人也挑不出毛病。皇太妃提醒艾琳，她现在才是这个庄园真正的女主人。得到允许的艾琳非常开心，可还没等她高兴太久，意外突然发生了。皇太妃的视线开始模糊，周围的声音也渐渐远去，她的手彻底失去了力气，茶杯从指尖滑落，在地上摔得粉碎。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她整个人就软绵绵的倒了下去，现场顿时乱成了一团。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到底出了什么状况？谁也没想到皇太妃会突然晕倒。看着失去意识的皇太妃，艾琳立刻大声让人去喊医生。这种情况她以前见过，现在必须争分夺秒。艾琳一边帮皇太妃顺气，一边让人帮忙解开她腰上的束带。在旁边人的协助下，艾琳顺利解开了皇太妃的束带。没过多久，皇太妃的呼吸终于顺畅了，气色也好了很多。就在大家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医生希金斯提着药箱急匆匆赶来。另一边，多米尼克正在和萨万特殿下会面。多米尼克向萨万特表达感谢，多亏了殿下的帮忙，事情才能进展得这么顺利。萨万特笑着摆摆手，说这只是投桃报李。接着他话锋一转，突然问起多米尼克结婚的事。看来多米尼克结婚的消息已经传到了这位殿下的耳朵里。多米尼克解释说，因为婚礼办得太仓促，所以当时没请什么客人。萨万特听完笑了笑，说自己实在太好奇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能这么快把公爵给迷住。接着萨万特主动发出邀请，说自己刚回国，准备办个派对，希望多米尼克能带上夫人一起参加，他也好顺便见见这位传闻中的公爵夫人。多米尼克心里有些无奈，他本以为结完婚就万事大吉了，没想到大家对艾琳的关注度这么高，而且他其实并不想在人前演什么恩爱夫妻。但面对萨万特的邀请，多米尼克也只能先答应下来。可还没等两人多聊几句，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喊声，紧接着医生希金斯急匆匆地推门闯了进来，说庄园那边出事了。听到这个消息，多米尼克心里一惊，庄园外面正下着大雨，好在皇太妃已经脱离了危险，正躺在床上休息。艾琳一直守在床边，看到皇太妃恢复得这么快，她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皇太妃拉着艾琳的手，由衷地向她表示感谢，说要不是艾琳及时处理，后果简直不敢想象。艾琳却觉得这都是自己应该做的，她温柔地叮嘱皇太妃好好休息，接着便静静地守在床边，看着皇太妃终于睡下。艾琳轻轻关上房门退了出来，回想起白天那惊险的一幕，她到现在还心有余悸。就在这时，走廊里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艾琳抬头一看，整个人都愣住了，居然是多米尼克赶了。艾琳有些意外，没想到他会回得这么快。多米尼克却有些没好气的回答，庄园出了这么大的事，他怎么可能坐得住？艾琳有些局促，但她很快注意到多米尼克浑身都湿透了，显然是一路冒雨赶回来的。看着眼前这个略显狼狈的男人，艾琳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这下该怎么办才好？多米尼克有些疑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艾琳哪敢说实话，总不能直接说，他现在这腹落汤鸡的样子，实在让人有些移不开眼。他只能慌忙摇头否认。多米尼克见状，转身就准备去房间看望母亲。艾琳赶紧伸手拉住了他，劝他先别进去，说皇太妃因为失眠，好不容易才睡下，最好还是明天再去探望。多米尼克沉默了片刻，看着艾琳这副沉着冷静的样子，他心里也踏实了不少。看来母亲的身体应该没有大碍，他点头答应了下来。见他终于听劝，艾琳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为了打破尴尬，艾琳主动提出去帮他准备热水洗澡。多米尼克没有拒绝，点头答应了。艾琳行了个礼，便急忙退了出去。没过多久，多米尼克泡在热腾腾的浴缸里，终于放松了下来。看着升腾的雾气，他脑海里却忍不住浮现出艾琳刚才的反应。他觉得这个女人真的很奇怪，明明之前还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拼命想和他划清界限，结果刚才一看到他淋了雨，又急得手忙脚乱，满脸都是藏不住的关心。这种忽冷忽热的态度，着实让多米尼克有些琢磨不透，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多米尼克想不通，这个女人明明那么害怕，却还要硬着头皮挡在他面前。越是想不通，他就越是忍不住去关注她，甚至开始后悔之前没有吻下去。他忍不住去想，如果当时真的吻了她，他会是什么反应？会像婚礼上那个吻一样，让他彻底慌了神吗？想到这里，多米尼克有些烦躁地往脸上泼了把水。他暗骂自己真是疯了，一旦放松下来，脑子里居然全都是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走廊里，女仆正要离开，她把一叠毛巾塞给艾琳，说等会儿多米尼克洗完澡，直接把毛巾递给他就行。听到这话，艾琳瞬间慌了神，递毛巾意味着要直接面对刚洗完澡的契约丈夫。虽然名义上他们已经是夫妻，但想到多米尼克正躺在浴缸里，她就紧张的整个人都不自在了。这块毛巾到底该怎么送进去？艾琳拍了拍脸，让自己冷静，反正都是夫妻了，看一眼怕什么？她抱着毛巾，深吸一口气走进浴室，隔着屏风能隐约看到她的背影。多米尼克突然低沉的咳嗽了一声，这一下把做贼心虚的艾琳吓得够呛。她慌忙把毛巾丢在旁边的柜子上，大喊一声公爵，我把毛巾放这了。还没等对方回应，她就一溜烟逃了出去。听到身后传来多米尼克低沉的道谢，艾琳捂着发烫的脸颊，有些哭笑不得。多米尼克穿着浴袍，神态自若地走出来。艾琳为了打破尴尬，主动提起皇太妃的病情，说医生看过了纸，要好好静养就没事。多米尼克看着他问，是不是一直在照顾母亲？艾琳笑着回答，
这是公爵夫人的职责，自己一定会按照合同好好履行的。听到合同2个字，多米尼克突然沉默了，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异样。他回过神来，淡淡的回了一句：“那就拜托了。”客套的语气让两人之间再次多了一层隔阂。书房里，多米尼克有些心不在焉，管家杰弗里在一旁看出了自家主子的异样。多米尼克嘴上说没事，心里却烦躁无比。艾琳那种公事公办的冷淡态度，明明是他一开始最想要的契约关系，可为什么现在心里反而觉得这么堵？还没等他理清思绪，外面突然传来嘈杂声。杰弗里急忙报告说，皇太妃下达了清理室内花园的命令，要为公爵夫人建造一间专属的画室。多米尼克听完直接愣在了原地。在他的记忆里，母亲绝不是个体贴的人，艾琳到底用了什么手段，能让母亲态度大变？杰弗里在一旁忍不住由衷的感叹，他很高兴看到公爵夫人把公爵府打理得这么好。多米尼克有些意外，连严谨的管家都倒向了他。杰弗里笑着解释，无论是日常琐事，还是皇太妃大病初愈的突发状况，艾琳的处理都无可挑剔，是合格的女主人。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女子，怎么会把庞大的公爵府打理得井井有条？多米尼克觉得艾琳身上藏着太多秘密。早餐桌上，多米尼克提起即将到来的宴会，那是纳扎尔王国王子举办的皇家派对。他叮嘱艾琳不用紧张，到时候跟着他就行。艾琳主动询问是否有需要注意的社交礼仪，多米尼克摇摇头说只要简单问候即可。随后他便起身，边走边交代下午的公事。看到多米尼克几乎没动餐盘就要离开，艾琳忍不住开口劝他多吃一点早餐，多米尼克却冷冷地打断了他的关心。他表示自己最清楚身体状况，不需要他操心。这冷漠的语气像是一记无形的耳光，警告着艾琳不要越界插手他的生活。艾琳尴尬地低下头，轻声向他道歉。他自嘲自己不过是个契约结婚的假妻子，这种自作多情的关心的确是多管闲事。多米尼克看着他失落的模样，欲言又止，最终还是冷漠地转身离去，留下艾琳一个人在餐桌旁懊恼不已。他只是因为第一次共进早餐有些兴奋。杰弗里走上前，轻声安慰失落的艾琳，说公爵平时就吃得少，并不是针对他，还开玩笑说公爵不吃是自己没福气。艾琳勉强笑了笑，顺着管家的话打了个哈哈，但他心里却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这契约婚姻的分寸感实在太难拿捏了。多米尼克如期抵达了奢华的宴会厅，他向侍从打听皇太子的下落，得知对方还没到，有人便邀请他去牌局消遣。多米尼克正想拒绝，却被不远处的动静吸引。只见罗伊斯正满头大汗地攥着手里的牌，显然局势已经对他非常不利。多米尼克嘴角微微上扬，改变了主意，他决定过去跟这位老熟人好好打个招呼。罗伊斯在牌桌上输得精光，正烦躁地想要掀桌子，一只冰冷的手突然搭上他的肩膀。多米尼克公爵不知何时已站在身后，似笑非笑地调侃他手气不错。罗伊斯顿时吓得浑身一颤，连忙起立恭敬地行礼。多米尼克却一脸轻松地摆摆手，说既然两家如今已是姻亲，就没必要这么拘束。罗伊斯冷汗直流，慌忙解释，说自己正打算过几天登门拜访。多米尼克顺水推舟，提议不如现在就找个地方聊聊。罗伊斯根本不敢拒绝，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为了缓解这令人窒息的尴尬，罗伊斯主动提起酿酒厂的投资，对多米尼克的慷慨连声致谢。多米尼克大度地表示，如果罗伊斯争夺继承人有困难，自己随时可以提供帮助。罗伊斯嘴上千恩万谢，心里却比谁都清楚，这根本不是什么善意的援助，而是想趁他根基不稳，将他彻底变成听话的傀儡。多米尼克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等罗伊斯继承家业之后，再来考虑如何回报他就行。罗伊斯只能唯唯诺诺地答应，暗自发誓绝不能招惹这位公爵，以后更要离艾琳远一点。还没等他松一口气，多米尼克却突然话锋一转，说自己在核对账目时发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罗伊斯顿时有些摸不着头脑。多米尼克缓缓凑到他耳边，直接点破了他往红灯区走私红酒的秘密。这致命的把柄瞬间击碎了罗伊斯的防，他脸色惨白，急忙想要辩解，可多米尼克既然已经亮出底牌，又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他？多米尼克不仅掌握了他走私的证据，甚至连他在红灯区养情妇的丑闻都了如指掌。他冷冷地警告罗伊斯，如果还想顺利继承家业，最好老老实实管好自己，别再对艾琳动任何歪心思。丢下这句警告，多米尼克便借口有约，直接转身离去，只留下罗伊斯独自站在原地，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无能为力。随后，多米尼克去会见了皇太子。对方有些好奇地打听多米尼克刚才和罗伊斯谈了什么。多米尼克神色冷淡地敷衍了过去。皇太子见状也不再追问，反而兴致勃勃地打听起西尔维亚的近况。他向多米尼克炫耀自己昨天的战果，说他又跑去向西尔维亚求婚了。虽然之前西尔维亚态度冷淡，但这次居然没有直接拒绝，而是松口说会认真考虑，这让皇太子觉得是极大的进展。多米尼克听完只是敷衍地说了句恭喜，内心却对这一切心知肚明。西尔维亚是个极其现实的女人，她以前一心只想当公爵夫人，如今多米尼克已经娶了艾琳，她眼看豪门梦碎，别无选择，这才退而求其次，把皇太子当成备胎。多米尼克不想在感情话题上纠缠，直接将谈话引向了矿山合作，表示只要矿权转让完毕，就能立刻开工。皇太子忍不住吐槽他冷酷无情，但也拍着胸脯保证，矿山交接绝对不会出任何差错。接着，皇太子突然压低声音问多米尼克有没有听说那个传闻，据说凯西米尔顿马上就要回来了。听到这个名字的瞬间，多米尼克的动作猛地一僵，脸色也彻底阴沉了下来。皇太子见状忍不住出言调侃，
说当年那个人走得那么决绝，如今居然还有脸重新回来。多米尼克不想再听关于那个人的事，冷冷地丢下一句告辞，便拂袖而去，任凭皇太子在身后呼喊，也绝不回头。看着多米尼克决绝的背影，皇太子无奈地撇了撇嘴，看来那个叫凯西的人依然是这位冷酷公爵碰不得的逆鳞。想到这里，皇太子不禁有些同情那位刚刚嫁进公爵府的新婚妻子艾琳。此时的公爵府内，艾琳已经换上了华丽的宴会礼服，女仆在一旁由衷的赞叹，说夫人今晚简直美若天仙，绝对会成为宴会上最耀眼的焦点。皇太妃看着眼前的艾琳，眼里满是掩饰不住的赞许，得意地表示这些礼服都是自己亲手挑选，自然最配艾琳的高贵气质。看着镜中盛装打扮的自己，艾琳心里却有些忐忑不安，忍不住小声询问皇太妃，自己穿成这样真的合适吗？皇太妃笑着打趣他，说他这是在质疑自己的时尚品味。看着对自己如此温柔的长辈，艾琳心中涌起阵阵暖意，婆媳间的气氛显得格外融洽。这时门外传来仆人的恭敬汇报，说公爵大人已经在楼下等候多时。皇太妃这才笑着放人，催促艾琳赶紧下楼，别让多米尼克等得太久。看着光彩照人的艾琳，女仆忍不住小声和同伴打趣，说公爵大人待会儿看到夫人，肯定连眼睛都舍不得挪开，甚至还会因为旁人多看两眼而吃醋。听到这些调侃，艾琳只能在心底苦笑。她很清楚，自己只是一场契约婚姻的工具人，无论打扮得多么美丽动人，也绝不可能走进多米尼克冰冷的心房。她不断告诫自己千万不要自作多情。当她缓缓走下旋转楼梯，多米尼克早已在楼下静静等候。虽然嘴上抱怨她动作太慢，但语气里并没有丝毫的责怪，只是催促她赶紧动身。艾琳有些局促地向他道歉，解释说自己不习惯繁琐的装扮，这才耽误了些许时间。多米尼克倒也十分绅士，淡淡的回应说并没有迟到。可就在两人并肩走向马车时，多米尼克却突然低声说了一句：“这身衣服其实很适合你。”这突如其来的赞美让艾琳瞬间愣在原地。这个平日里冷若冰霜的男人，怎么会突然说出这种温柔的话语？艾琳整个人有些不知所措，她忍不住在心中暗自揣测，他究竟是在旁人面前逢场作戏，还是发自内心的觉得他好看？但无论多米尼克出于何种目的，这句难得的体贴确实让艾琳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不少。她抬起头，微笑着向多米尼克道谢。看着艾琳脸上绽放的笑容，多米尼克微微沉默了片刻，只淡淡的回了一句那就好，随后便带着她登上了马车。多米尼克带着艾琳刚步入宴会，萨万特王子便热情地迎了上来。他对着伊琳一通毫不掩饰的夸赞，甚至声称宴会就是专程为他而办。面对这过分热情的王子，艾琳只能礼貌地客套应对。一旁的多米尼克却脸色阴沉，眼神中闪过一丝警惕。还没等两人正式入场，又有几位商人急切地围了上来。他们一边感谢多米尼克之前的照顾，一边试探着接下来的利益合作。多米尼克瞬间被商人们围得水泄不通，各种利益听得艾琳头疼。他索性悄悄退开，独自在宴会厅闲逛，欣赏着那些精致的异国装饰。正当他准备去阳台透透气时，萨万特王子却如同幽灵般再次出现。他调侃多米尼克冷落了家人，随后主动引荐了一位金发男子，对方正是名扬帝国的天才画家朱利埃特。艾琳顿时又惊又喜，他激动地提起对画家的崇拜，朱利埃特也微笑着与他攀谈起来。萨万特见状，立刻顺水推舟，提议让两人去舞池里边跳边聊。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共舞邀请，艾琳下意识地看向了远处的丈夫。多米尼克依然被应酬缠得脱不开身。就在艾琳有些不知所措时，朱利埃特突然优雅地走到她面前，主动弯腰邀请她共舞一曲。艾琳环顾四周，发现并无不妥，加上多米尼克确实无暇顾及自己，她便大方地牵起朱利埃特的手走向舞池。虚伪的商业应酬让多米尼克烦躁无比，可当他下意识转头寻找艾琳时，却发现她正对着别的男人展露笑颜。那灿烂的笑容瞬间刺痛了他的双眼。原本压抑的宴会厅醋意弥漫，多米尼克再也无法忍受这无聊的社交，他冷冷地打断了商人们的喋喋不休，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转身离开人群，径直朝着舞池的方向走去。这位权势滔天的公爵说走就走，留下一众生意伙伴在原地风中凌乱。多米尼克根本不在乎旁人的眼光，他的视线死死锁在艾琳身上，看着她与别人相谈甚欢的模样，一股无名怒火在胸口疯狂燃烧。他倒要看看这个女人究竟还能给他带来多少意外。平日里艾琳在他面前总是战战兢兢，如今却对旁人笑得如此毫无防备，强烈的占有欲让多米尼克心中酸涩。这时萨万特王子悄然走到他身边，调侃艾琳是个极具魅力的女人，难怪能让冷酷的公爵急着成婚。萨万特甚至怀疑多米尼克泄露了机密，因为艾琳不仅对纳扎尔的局势了如指掌，甚至还与公主聊得十分投机。萨万特忍不住赞叹艾琳手段了得，他笑着拍了拍多米尼克的肩膀，催促他赶紧过去宣誓主权。多米尼克没有反驳，直接迈开长腿。其实他的目光一刻也未曾离开过他，他只是有些恶劣的在想，当这个女人转过身面对自己时，脸上那灿烂的笑容会不会瞬间凝固？艾琳发现来人竟是多米尼克，他整个人瞬间愣在原地，看着艾琳脸上骤然消失的笑容，多米尼克心中泛起一丝苦涩。他深知自己平日里太过严肃，无法让眼前的妻子感到轻松，但他绝不想看到他对自己如此防备。为了缓和这尴尬的气氛，
多米尼克主动走上前去，有些抱歉的低声开口，坦言自己刚刚因为公务冷落了他，明明是难得一起出席的宴会，却没能好好陪在他的身边。还没等艾琳开口回答，一旁的公主就忍不住打趣道：“他们两人刚刚聊得正开心，多米尼克才是那个不请自来的打扰者。”多米尼克顺势询问他们在聊什么，公主便兴致勃勃地解释起来，说艾琳对她家乡的传统染色工艺了如指掌，简直是博学多才，以后有机会一定要邀请艾琳去她的国家做客。艾琳也礼貌地微笑着回应，表示如果能去将是自己的荣幸。既然多米尼克已经走了过来，艾琳便主动向公主告辞，准备和多米尼克一起离开。多米尼克也顺势开口询问自己现在是不是可以带走妻子了。公主自然不会强行留人，笑着与艾琳挥手告别，还约定了下一次的相聚。两人并肩走在喧嚣的宴会厅里，气氛却显得有些沉闷压抑。艾琳有些局促不安地开口，为自己刚刚让多米尼克担心而道歉。听到这句话，多米尼克却彻底愣住了。明明是自己把他一个人丢在陌生的地方，他不仅没有半点埋怨，反而主动向自己道歉。看着艾琳低头不语的模样，多米尼克心中满是疑惑，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让他在自己面前连笑一下都如此困难？多米尼克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为了打破这种尴尬的氛围，多米尼克主动提出要和艾琳跳支舞。他低声解释道，要是他们这对公爵夫妇一支舞都不跳，难免会招来旁人的闲言碎语。接着他又试探着问艾琳是不是很讨厌和自己跳舞。听到这话，艾琳赶紧摇头否认，表示自己非常乐意。他将手轻轻交到多米尼克手中，两人并肩走向了舞池中央，伴随着悠扬的音乐，多米尼克一边迈开舞步，一边问起刚刚的事情。他很好奇艾琳是从哪里了解那么多关于奈扎尔的事情，毕竟他以前可不知道艾琳会对那个遥远的国家感兴趣。艾琳只是轻声回答，说自己只是在书里读到过，既然是纳扎尔王子举办的宴会，提前做些功课总是没错的，只是没想到书里的内容太吸引人，一不小心就看入了神。多米尼克听完微微一笑，调侃说，为了参加宴会特意去查资料的贵族小姐可真是极为罕见。艾琳有些不好意思，但她接着补充道，那位公主虽然没有继承权，却极受国王的宠爱，能和她交上朋友，对多米尼克接下来的计划肯定大有帮助。说完，艾琳有些期待地看着他，轻声询问自己这样做真的能帮上他的忙吗？多米尼克没有丝毫犹豫，给出了极其肯定的回答。听到这个答案，艾琳脸上终于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庆幸自己没有白费心思。看着艾琳终于放松下来的模样，多米尼克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原来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帮到自己。可还没等气氛彻底融洽，多米尼克却突然话锋一转，提起了刚刚和艾琳跳舞的那个男人。他冷不丁的开口说，那个人看起来可一点都不像内扎尔的人。艾琳有些惊讶的反问，您是说朱莉埃特吗？多米尼克顺势打听起来，问他们两个是不是很熟。艾琳笑着解释道，说朱莉埃特是个很有才华的画家，而且在对方还没出名的时候，他姨祖母就曾经资助过他。多米尼克听完只淡淡的回了一句，那还真是巧。艾琳越说越兴奋，提到朱莉埃特听说他是故人之后非常高兴，还说自己很想念卡斯蒂亚，打算过阵子就和朋友一起去拜访。艾琳已经想好了，一回家就要把这个好消息写信告诉姨祖母，姨祖母知道了一定会特别开心。看着艾琳提起故乡时那神采飞扬的模样，多米尼克心里很清楚，艾琳在卡斯蒂亚生活了那么久，对那里肯定有着极深的感情。可看着怀里的艾琳，他心里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明明1年之后两个人就会彻底分道扬镳，成为毫无关系的陌生人，那为什么现在自己还要去计较他的每一件小事，甚至去在意一个根本不属于自己的女人？多米尼克想不明白，也许他现在的这些反常举动才是最让人捉摸不透的。宴会结束后，马车在回程的路上摇晃着，艾琳在半梦半醒间有些迷糊，明明刚才还在热闹的宴会上，怎么一转眼就坐上了回程的车？多米尼克的声音在一旁响起，问他是不是被马车晃醒了，还体贴的让他再多睡一会儿。艾琳猛地清醒过来，这才发现自己刚才居然一直靠在多米尼克的肩膀上，他吓得赶紧往旁边缩了缩，连声向多米尼克道歉，生怕自己的举动冒犯了对方。多米尼克看着他这副避之不及的模样，心里有些不是滋味，问他自己难道有这么可怕吗？为什么每次待在他身边，他总是显得这么紧张？艾琳在心里暗暗叫苦，这根本不是害怕，而是面对自己喜欢的人，怎么可能做到心如止水？多米尼克叹了口气，没有再继续追问，只是让他闭上眼睛接着睡。毕竟今天折腾了一天，他肯定已经累坏了。艾琳摇了摇头，说刚才的事情已经让他彻底清醒了。多米尼克看着他，语气里多了一丝歉意，说今天确实是自己考虑不周，带他折腾到了这么晚。不过他今天作为公爵夫人的表现真的很出色。听到多米尼克的肯定，艾琳心里甜滋滋的，连忙笑着保证自己一定会继续努力。多米尼克看着他这副干劲满满的样子，忍不住叮嘱他别太勉强，回去之后一定要好好休息。接着他主动提起今晚自己还是会去起居室睡，让他不用觉得不自在。可这一次艾琳却有些犹豫了，他看着多米尼克，终于鼓起勇气问出了口，今晚他能不能回卧室睡？多米尼克瞬间愣在原地，显然没料到他会突然提这个。艾琳赶紧出声解释，分房睡迟早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多米尼克皱起眉头问他是不是外面已经有风言风语了。艾琳无奈地叹了口气，说下人们私下都在议论，觉得他们这对新婚夫妇关系古怪，所以希望他以后别再刻意躲着自己。艾琳局促地补充道，虽然这只是一场契约婚姻，但名义上他
他们毕竟是夫妻。多米尼克听完，爽快地答应了，表示今晚就会搬回卧室。艾琳顿时松了一口气，为了让对方彻底放宽心，她笑着补充了一句，自己会努力把她当成好姐妹来看待。听到好姐妹这3个字，多米尼克整个人直接石化，他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艾琳，问她这到底是什么荒唐逻辑。艾琳尴尬地解释道，自己只是想表达绝对没有非分之想。看着眼前这个脑回路清奇的妻子，多米尼克一时间竟然无言以对。多米尼克无奈地叹了口气，提醒艾琳他们只是合作关系，他在心里默默安慰自己，1年的契约婚姻确实不该动感情。可看着艾琳极力撇清关系的样子，多米尼克心里却莫名有些烦躁。就在他暗自郁闷的时候，艾琳突然话锋一转，说还有一件事想拜托他。多米尼克收起心思让他直说。艾琳犹豫了片刻，终于开口说这件事和他的家人有关。公爵府内，仆人突然前来汇报，说尼尔森男爵夫妇登门拜访。多米尼克感到有些意外，因为他根本没有这个预约。助手在一旁低声解释，对方声称只是路过想见见艾琳，但艾琳此时刚好不在府里。考虑到多米尼克待会儿还有行程，助手提议直接回绝他们。可多米尼克却突然改变了主意，让助手把人带到会客室。助手一时间有些发懵，一向注重规矩的公爵大人，今天怎么会轻易妥协？其实多米尼克心里很清楚，这大概就是艾琳之前想拜托他的事。没过多久，男爵夫妇被带了进来。男爵一见面就忙不迭地弯腰道谢，男爵夫人虚伪地客套着，说本想来看看女儿，却不巧错过了。多米尼克懒得和他们绕弯子，直接挑明自己待会儿还有行程。男爵夫人连忙点头附和，急忙催促丈夫把东西拿出来。男爵紧张地掏出一封信，借口请教生意上的建议递了过去。多米尼克看着信件，心里瞬间亮堂了起来。眼前这一幕和艾琳之前在马车上的预警一模一样，他早就断定父母会找上门来。艾琳曾叮嘱他，家人只是想利用这段婚姻捞好处，无论提出什么要求都请直接拒绝。可多米尼克看着眼前的信，觉得这种程度的请求顺手帮一下也无妨，于是他收起信件，微微一笑，表示这个提议很有意思，自己会抽空看看文件。男爵夫妇顿时大喜过望，激动的连连向公爵道谢。一旁的助手却彻底看傻了眼，想不通公爵为何会如此轻易妥协。助手在心里疯狂吐槽，那个商业计划明明破绽百出。就在这时，艾琳回到了公爵府，她向仆人打听多米尼克的下落，得知对方正在办公室里。可还没等他走过去，仆人就有些犹豫地告诉他，不久前男爵夫妇来拜访过。听到这个消息，艾琳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那些吸血鬼家人终究还是找上了门。他猛地停下脚步，脸色惨白。仆人赶紧关切地询问是否身体不适，艾琳摇了摇头，强撑着说没事。他拒绝了仆人叫医生的提议，急匆匆地往办公室赶去。他心里很清楚，父亲根本没有商业才能，却喜欢瞎折腾，之前就已经搞垮了好几家店铺，这次肯定又在多米尼克面前提出了什么荒荒的合作。他绝对不能眼睁睁看着多米尼克被自己的家人当成冤大头来利用。艾琳急匆匆赶到办公室门外，深吸一口气，敲响了房门，询问多米尼克自己能否进去。多米尼克在屋里低声应允。房门被推开的瞬间，艾琳连气都没喘匀，便直奔主题，急切地询问多米尼克父亲是不是又提了什么过分的要求。多米尼克却显得十分平静，表示自己已经看过了计划，觉得这个项目其实还不错。他解释说，平时找他的人很多，没必要因为是岳父就特殊对待。多米尼克让艾琳把心放宽，自己绝对不会做赔本的买卖，所以不用为此感到有压力。艾琳听完只能尴尬地应了一声，看来确实是自己有些多虑了，毕竟在做生意这方面，多米尼克向来比谁都要精明。这让一旁的助手忍不住吐槽，自家公爵明明是在心疼人家，怎么一开口却显得这么冷冰冰。艾琳有些客气地道了歉，这下反而轮到多米尼克纳闷了，他有些疑惑地看着艾琳，不明白他好端端的为什么要道歉。艾琳赶紧摇头说没什么，看着他这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多米尼克心里更是摸不着头脑。艾琳通过画画来排解焦虑，那些烦心事似乎真的消散了不少。眼看时间差不多了，他收起画具准备回去，看着眼前的画作，他心里很清楚，等以后契约结束离开这里，自己最舍不得的就是这个能让他安心的角落。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窗外的绝美夜空吸引了他，漫天繁星让他看得有些入迷。不过看着天色已经很晚，他还是提醒自己得赶紧回屋。就在艾琳准备回屋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动静，大半夜怎么会有人在附近走动？艾琳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她不敢多留，赶紧加快脚步。可越是焦急，就越容易出错。她脚下一空，整个人就要摔倒。关键时刻，有人突然伸手，稳稳地将她接进怀里。艾琳抬头一看，发现接住自己的居然是多米尼克。多米尼克有些疑惑地问她：“这么晚了，怎么还在外面？”艾琳解释说自己刚从画室出来，接着顺口问了他一句：“你怎么也在外面？”多米尼克说自己刚练完剑。艾琳靠得太近，下意识嘟囔说他身上还带着滚烫的热气。这话一出，多米尼克直接愣住了。艾琳反应过来，赶紧摆手解释，说自己只是想催他回去洗澡。多米尼克却忍不住笑了一下，调侃说现在最该洗漱的是他自己。多米尼克突然伸手靠近他，说自己以前还没发现艾琳其实也有点丢三落四的。这突如其来的亲近让艾琳一下子有些不知所措，她没想到多米尼克会靠得这么近，而且还一脸认真地看着他。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多米尼克已经帮他把脸上的脏东西擦干净了。
艾琳整个人彻底懵了，她甚至分不清这到底是不是在做梦。看着艾琳不知所措的模样，多米尼克有些疑惑，她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局促？等他反应过来，才发现自己刚才确实靠得太近了，难免会让人感到不自在。多米尼克有些尴尬的退后一步，解释说自己只是顺手帮忙，接着便主动提议一起回去。艾琳红着脸点了点头，小声的向他道谢，两人这才并排往回走去。气氛突然变得有些微妙，艾琳心里直犯嘀咕，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尴尬？更糟糕的是，自己身上还沾着颜料，要是就这么回去，岂不是要和多米尼克共用浴室？一想到那个画面，艾琳整个人都不好了。当初提议共用房间时，怎么就没考虑到这一层？看着艾琳一脸纠结的模样，多米尼克一眼看穿了他的心思，他主动开口打破沉默，让艾琳不用想太多，自己会去办公室的浴室洗漱，洗完再回房间。听到这个体贴的安排，艾琳这才如释重负的答应。看着多米尼克走在前面的背影，他赶紧跟在后面，说自己会在房间里等他回来。躺在床上的艾琳现在是越想越后悔，自己刚才怎么就脱口而出说要在房间里等他？明明多米尼克只是帮他擦了脸，可当时那个暧昧的气氛，怎么想都让人面红耳赤。这下倒好，听起来倒像是自己在主动暗示。更糟糕的是，这让他不由自主地想起新婚夜那种让人不知所措的亲密接触。多米尼克当时那句温柔的夸奖，到现在还让他心跳加速。就在艾琳在床上翻来覆去时，房门突然被人推开了，这下可把他吓了一跳。多米尼克真的进来了，看样子他是打算履行诺言，今晚就在这间卧室里睡。这让艾琳整个人都紧绷起来，脑子里全是两人亲密的画面，她甚至忍不住开始胡思乱想，多米尼克会不会像之前那样顺理成章地把她搂进怀里？可结果却出乎意料，多米尼克只是默默躺在另一边，两人之间隔着一段尴尬的距离。艾琳在心里不停地警告自己，别再胡思乱想了，赶紧闭上眼睛睡觉，这对大家都好。可实际上，躺在另一边的多米尼克同样也是毫无睡意。第二天，皇太妃在餐桌上突然提出，让他们两个暂时离开这里，她要邀请国外的老朋友来公爵府做客。这话一出，多米尼克和艾琳都愣住了。多米尼克直接冷声质问，难道就因为要招待他的朋友，他们两个就要搬出去？皇太妃却理直气壮地承认，还说他们反正也没去度蜜月，正好趁这个机会出去。多米尼克觉得这简直不可理喻，提议让他把朋友安排到别馆，可皇太妃根本不听，非要让他们把地方腾出来。眼看气氛越来越僵持，艾琳赶紧在旁边打圆场，说自己其实不介意出去。可皇太妃还不依不饶，甚至开始拿多米尼克的父亲说事，这下彻底踩到了多米尼克的底线。他冷冷地打断了母亲。听到皇太妃提起妮亚这个名字，多米尼克原本强硬的态度竟然一下子软化了下来，这让一旁的艾琳感到十分纳闷。皇太妃接着叹了口气，说妮亚因为没能参加婚礼，很过意不去，而且她最近身体一直不太好，提议让他们顺便去探望一下。面对母亲的这番话，多米尼克沉默了许久，最终还是妥协答应了。到了下午，艾琳独自在花园里喝茶，管家杰弗里恭敬地在一旁伺候。艾琳忍不住向杰弗里打听今天早上听到的那个名字，问他妮亚到底是什么人。杰弗里解释说，妮亚其实是皇太妃的贴身女仆，当年是陪着皇太妃一起嫁进这个家的。杰弗里继续解释说，妮亚几乎是看着多米尼克长大的，对他来说就像是家人一样的存在。听到这里，艾琳总算明白为什么提起妮亚时，多米尼克会突然妥协了。杰弗里微笑着说，妮亚要是能见到您，肯定也会非常高兴的。艾琳若有所思地端起茶杯，虽然理解了多米尼克妥协的原因，但她心里还是有些不是滋味。毕竟多米尼克之前特意强调过，别拿度蜜月当借口，看来他根本就不想和自己去度蜜月。想到这里，艾琳心里不免有些失落。马车缓缓驶向远方，艾琳心里十分清楚，多米尼克并不期待这场蜜月，不过能与他同处一室，气氛倒没有以前那么尴尬。既然这可能是两人最后一次同行，他只希望一路平平安安。多米尼克看着窗外，突然开口打听他与自己母亲的关系。艾琳有些意外，笑着表示自己与皇太妃相处融洽，每次聊天都投机的忘记时间。他接着赞叹皇太妃对艺术的追求，语气中满是敬佩。多米尼克却冷笑一声，嘲讽他们能聊得来简直是奇迹，否则待在一起就是人间地狱。艾琳瞬间愣在原地，没想到母子关系竟如此僵硬。她试图缓解气氛，称赞培养艺术爱好很有意义。多米尼克根本不领情，冷冷刺了一句，那不过是挥霍儿子拼命赚来的钱。艾琳听不下去了，忍不住替皇太妃辩解，强调皇太妃当年带了丰厚嫁妆，社交活动也为公爵家挣足了面子。这番话一出口，车厢内的气氛瞬间降到冰点。多米尼克凝视着艾琳，调侃他平时连对视都不敢，现在倒挺能据理力争。艾琳一阵尴尬，不知该如何回应。多米尼克叹了口气，承认艾琳说的其实没错，但在他最需要母亲的童年，那个女人却从未出现过。他为刚才的恶劣态度道歉，并坦言高兴他们能聊得来是真心话。艾琳看着眼前的男人，意识到这对母子的隔阂比想象中更深。她想起皇太妃曾经的倾诉，沉迷艺术只是因为前任公爵沉迷工作。皇太妃当时落寞的神情，至今仍清晰浮现在她脑海。艾琳心里暗自犯愁，不知该如何化解这对母子的心结。还没等她想出答案，车外突然下起瓢泼大雨，狂风暴雨猛烈砸向车顶。面对恶劣的天气，艾琳担忧地询问能否在天黑前赶到目的地。多米尼克安慰她不必慌张，若为按时抵达，接应的人自然会出来寻找。
话音未落，马车突然剧烈颠簸，底盘传来沉闷的卡顿声，车夫在暴雨中大声汇报，车轮被巨石死死掐住，需要公爵大人下车配合。看着满地泥泞，多米尼克只能无奈下车。艾琳急忙表示要帮忙，却被多米尼克当场下，让他安心待在车里留意路况。看着多米尼克走进雨幕，艾琳无奈地叹了口气。就在此时，远处传来急促的马蹄声。艾琳推开窗户，看清来人，连忙招雨中的多米尼克，大喊：“公爵大人，快看那边！”来人正是负责接应的使者，确认多米尼克的身份后，解释因久等未至，特意出来寻人。在使者的引路下，一行人终于抵达山区深处的别墅，建筑规模宏大的令人惊叹。使者热情地介绍，这是萨万特王子特意建造的豪宅，作为送给两人的结婚大礼，内部设施一应俱全。看着眼前宏伟的建筑，艾琳忍不住发出惊叹。多米尼克望着眼前的豪宅，感叹萨万特这次真是下了血本。艾琳也连连点头，对萨万特的体贴充满感激。别墅的仆人迅速迎上前来，恭敬地请两位贵宾入内，并表示已准备好热水与佳肴。看着彼此被雨水打湿的狼狈模样，艾琳有些不好意思。女仆微笑着上前安抚，主动在前方引路。奢华的内饰让艾琳目不暇接。女仆体贴的承诺，洗漱用餐完毕后会带他们好好参观整座别墅。女仆一边引路一边交代，已备好换洗衣服，沐浴后会随时伺候更衣。推开浴室大门，女仆请两人入内。艾琳瞬间愣在原地，宽敞奢华的浴室里竟然连一道遮挡的屏风都没有。没等艾琳反应过来，女仆交代完拉铃事项，便迅速退出去关紧了大门。看着紧闭的大门，艾琳彻底慌了神，没有任何隔断，女仆又已离开，难道要她和多米尼克同室共浴？看着一旁神色自若的多米尼克，艾琳一时间不知所措。多米尼克看出了她的慌乱，但他觉得总不能一直耗着。还没等艾琳反应过来，他已经开始动手脱下外套。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瞬间把艾琳吓了一跳。多米尼克低声劝她别愣着，既然躲不过去，不如抓紧时间速战速决。艾琳一时间脑子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多米尼克主动转过身去，表示自己会以最快速度洗完，让他在后面别太担心。可就算他这么保证，面对如此暧昧的距离，艾琳的心脏还是狂跳不止。谁能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自己居然要和暗恋的人一起洗澡。就在艾琳不知所措的时候，她突然注意到旁边挂着一挂装饰帘，只要躲到帘子后面，好歹能有个视线遮挡，气氛应该就没那么尴尬了。想到这里，艾琳赶紧轻手轻脚走到帘子另一边。听到水声的多米尼克转过头，发现艾琳已经隔着帘子下了水。看着帘子后面若隐若现的曼妙身影，多米尼克忍不住无奈地笑了一声。明明是自己让对方别在意的，结果现在彻底乱了分寸的，反而是多米尼克自己。隔着这层薄薄的帘子，只要他一伸手，就能彻底看清帘后的人。这种若隐若现的距离，反而让他有些心痒难耐，甚至怀疑是不是屋里的香薰作祟，才让他有了扯下帘子冲动。他忍不住开始暗自琢磨，要是真的把帘子拉开，艾琳到底会是什么反应？是会羞恼生气，还是会害羞默认？又或者，如果他愿意再次接受自己，那接下来的局势可就由不得他掌控了。脑子里那些失控的画面，让多米尼克有些心烦意乱。他赶紧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不能再这样胡思乱想下去。等两人洗漱完毕，换上准备好的新衣服，这才坐到餐桌前开始用餐。看着满桌精致的食物，艾琳忍不住轻声感叹，这里的招待实在是太周到了，连他们身上穿的衣服，听说都是公主亲自挑选的。她有些好奇地询问多米尼克，萨万特王子平时也过得这么奢侈吗？多米尼克耐心地解释，在纳扎尔热情款待客人是传统，只要是登门的客人都会被当成贵宾来对待。听完多米尼克的解释，艾琳笑着打趣道，看来你对奈扎尔的情况确实很了解。多米尼克随口接了一句，说自己以前经常去那边。艾琳有些向往地表示，自己一直只在首都和卡斯蒂亚生活，真的很想去海的另一边看看。多米尼克听完直接表态，说只要他想去，他们随时都可以出发。不过比起这个，多米尼克更觉得奇怪，既然艾琳以前也在卡斯蒂亚，为什么自己一次都没见过她？要是见过，他绝对不可能认不出来。这话一出，艾琳整个人都愣了一下，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多米尼克继续追问，说艾琳的姨祖母在当地很有名望，她应该经常参加社交聚会才对，总不至于连个像样的待遇都没有。艾琳赶紧摆手解释说，根本不是那样的，自己确实收到过几次邀请，只是每次都刚好有事耽误了，两人可能只是单纯的错过了。他甚至还去参加过一次假面舞会。多米尼克听完只是弱丝的应了一声，但艾琳心里却有些打鼓，这还是多米尼克第一次主动打听他以前在卡斯蒂亚的生活。这次虽然勉强糊弄过去了，但下次该用什么借口呢？当年是自己救了他的这个秘密，无论如何都不能暴露。为了避免多米尼克继续追问，艾琳赶紧找了个借口，说自己累了，想先回房休息。他一边往外走，一边叮嘱多米尼克，等准备好了就直接进来。看着艾琳匆忙离开的背影，多米尼克什么也没说。一回到房间，艾琳整个人直接瘫倒在床上，这下总算能稍微喘口气了。但这个秘密到底还能瞒多久？虽然不是故意要骗他，但谎话却越说越多，尤其是在那种情况下，他根本没办法说出自己的真心话。要是现在坦白，多米尼克肯定会觉得之前在温室里发生的一切都是他提前设计好的圈套。他只能期盼，也许未来的某一天，自己能有勇气说出所有的真相。就在这时，房门突然被推开了，多米尼克走了进来。折腾了这一整天，他也早就累得不行了。看着躺在身边的艾琳，多米尼克直接躺了下来。可没过多久，艾琳就迷迷糊糊地贴了过来。这下多米尼克彻底清醒了，他怎么也没想到
两人会挨得这么近？仔细一想，才发现这床不仅是圆的，空间还特别小。可就算是因为床小，这种距离也实在是太超标了。以前在主宅的时候，他们可从来没有这么亲密过。看着毫无防备的艾琳，多米尼克有些纠结，觉得这样下去实在不像话。他本想悄悄往旁边挪，拉开一点距离，可他刚一动弹，艾琳就迷迷糊糊的哼了一声，反而抱得更紧了。这下多米尼克是彻底不敢动了，只能僵在原地。萨莎随口提起一件趣事，说在皇家医院碰到了艾琳的弟弟。珍妮斯听完语气有些酸溜溜，说这多亏了他那个好姐姐艾琳，她现在过得比谁都体面。萨莎听了十分惊讶，追问是不是因为艾琳的关系才转院，还调侃说攀上公爵确实不一样。珍妮斯冷哼一声，心里极度不平衡。萨莎有些不解地看着他，公爵不是还投资了你丈夫的酿酒厂吗？你还有什么好生气的？珍妮斯却根本不领这份情，觉得这不过是高高在上的施舍，甚至怨恨对方凭什么掌控他们的命运。珍妮斯因为罗伊斯低声下气而烦躁，心里憋着一肚子的怒火。就在这时，他碰到了玛格丽特夫人。萨莎主动打招呼，并把珍妮斯介绍给玛格丽特夫人。玛格丽特夫人立刻来了兴致，提起艾琳终于嫁给公爵的传闻。终于这两个字瞬间戳中了珍妮斯的痛处，她脸色一沉，冷冷地反问回去。玛格丽特夫人赶紧解释自己没有恶意，还顺口提到之前在派对上确实看到艾琳和公爵在露台独处，当时的气氛就非常不一般。听到有关于两人的八卦，珍妮斯立刻换了副面孔，追问细节。玛格丽特夫人虽然觉得这事有些敏感，但架不住对方一直追问，她最终还是坐了下来，把那天在露台上的所见所闻全抖了出来。另一边，多米尼克带着艾琳回到了他以前常住的别邸。刚进门，负责看管这里的妮亚就迎了上来，一看到艾琳，他就兴奋地打听，这莫非就是公爵夫人？还没等两人回答，妮亚就笑着做起了自我介绍，顺便把自家丈夫汉斯也拉了过来。看着妮亚拉着公爵的手，激动不已。艾琳心里十分清楚，她跟多米尼克的关系绝对不普通。多米尼克有些无奈的吐槽说，妮亚还是和以前一样爱演戏，不过他更关心的是妮亚最近的身体状况。结果妮亚听了一脸懵，表示自己明明精神得很，她甚至怀疑多米尼克是不是想找借口把这栋庄园交给别人来管。看着真亚的反应，多米尼克一下子反应过来，自己这是被家里那个老太婆给骗了。为了打破尴尬，妮亚赶紧招呼大家进屋，说外面太阳太晒，特意准备了红茶。一进屋，艾琳就忍不住夸赞，说这栋别墅保养得真好。可还没等大家坐下，多米尼克就冷冷地打断，问自己的猎枪放在哪里。这突如其来的要求把艾琳吓了一跳，妮亚也赶紧劝阻，说哪有刚到地方就去打猎的，好歹先喝口茶叙叙旧。但多米尼克根本不听执意，要去热身。看着多米尼克离去的背影，艾琳心里有些犯嘀咕。自从在萨万特王子的别墅住过之后，多米尼克就变得有些反常，不仅刻意和他保持距离，现在甚至急着避开他。明明两人的关系才刚有些起色，这下又让人摸不着头脑了。看着多米尼克走远，妮亚也忍不住抱怨起来，觉得公爵这事办得确实不地道，哪有把新婚妻子一个人丢下，自己跑去打猎的道理。艾琳反而帮着解释，说他从小就在这里打猎，也许只是想顺便巡视一下庄园。妮亚听完这才松了口气，随后赶紧张罗着去给艾琳端茶。艾琳没有急着去休息，而是打算先在屋里随便转转。妮亚让艾琳慢慢看，自己这就去准备点心。艾琳独自在走廊里闲逛，很快就被墙上挂着的一幅家族肖像画吸引了注意。画面里是一个神情严肃的小男孩，这显然是多米尼克小时候的样子。看纸画里那个一本正经的小家伙，艾琳忍不住笑出声来，觉得他小时候真是太可爱了。不过仔细一看，这孩子虽然年纪小，脸上却有着不属于这个年纪的沉，也不知道他小时候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会对生活这么严肃。相比之下，现在的多米尼克反而显得比小时候要放松多了。就在艾琳看着画像出神的时候，走廊里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跑来的人正是妮亚。她看起来有些焦急，一见到艾琳，她就急忙打听多米尼克的下落，问他有没有往这边走。艾琳摇了摇头，表示自己并没看见，问他出什么事了。艾琳转头看向窗外，这才发现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太阳都快落山了。看着这天色，艾琳有些不放心，便提议自己出去找找看，让妮亚留在屋里继续准备晚饭。妮亚听了也连声答应。艾琳独自走出了别墅，微风轻轻吹过，虽然心里有些担心，但看着外面平静的景色，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庄园里的风景确实很美，到处都开满了鲜花。可还没等她把花摘下来，林子里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巨响，这声音听起来沉闷又刺耳，像是发生了什么重物倒塌的意外。艾琳有些不放心，决定顺着声音过去看看。可她刚穿过灌木丛，迎面就撞上了一个高大的身影。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艾琳吓了一跳，她脚下一个没站稳，整个人直接摔倒在地上。多米尼克见状赶紧上前扶住他，问他是不是吓到了，有没有哪里受伤。艾琳有些慌乱地摇了摇头，说自己没事，只是刚才那声巨响太突然，让他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多米尼克一边把他拉起来，一边若有所思地看着他。看着多米尼克有些异样的神情，艾琳有些纳闷，问他怎么了。多米尼克沉默了片刻，突然开口问他们以前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句话一出，艾琳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难道这个男人真的开始恢复记忆了吗？当年在卡斯蒂亚森林的相遇和眼前的场景一模一样。
就在艾琳不知所措时，多米尼克却突然松开了手，冷淡地转身离开。虽然多米尼克嘴上说只是不想回去听妮亚唠叨，但他脑海中那股强烈的既视感却怎么也挥之不去。他总觉得艾琳身上藏着某种说不出的熟悉感，而易灵只是默默走在前面，关切地询问他昨晚淋雨后的身体状况。多米尼克摇了摇头，表示自己没事。他一路上都在懊恼自己为什么总是对艾琳如此粗鲁，而易灵那毫无怨言的温柔包容，反而让他觉得自己像个混蛋。果不其然，强撑着打猎回来的多米尼克当晚就发起了高烧，可刚一退烧，他就挣扎着要去河边散步，这让一旁的妮亚急得大声阻拦。多米尼克固执地坚持己见，根本不听任何人的劝阻。艾琳在一旁默默看着，惊叹于他那强悍的惊人的身体素质。察觉到视线的多米尼克转过头质问艾琳为什么一直盯着他，艾琳只能轻声解释是担心他的身体。多米尼克不以为意，转头向汉斯询问船只的情况，得知船已备好，他便毫不犹豫地决定立刻出发。看着多米尼克坚决的背影，艾琳实在放心不下他刚退烧的身体，于是鼓起勇气提出想要一同前往。多米尼克审视了他片刻，最终默默点头应允。妮亚只好叹了口气，去准备路上的食物。艾琳微笑着向妮亚致谢，随后便跟着多米尼克走向了河边。看着眼前波光粼粼的隐秘河道，艾琳忍不住发出了惊叹。多米尼克一边熟练地解开船绳，一边解释这里位置隐蔽极难被发现。看着他那矫健利落的动作，艾琳一时间有些失神。此时的多米尼克褪去了公爵的精致，反而多了一种野性粗犷的魅力。直到多米尼克出声催促，他才慌忙收回视线，走上船去。面对有些湿滑陡峭的登船台阶，艾琳走得摇摇晃晃。多米尼克见状，低声说了句失礼，便伸手稳稳地托住了他的腰肢，将他轻柔地送上了甲板。这亲密的接触让艾琳瞬间红了脸，只能低着头小声向他道谢。为了打破这令人窒息的尴尬气氛，艾琳主动开口询问他是不是经常来这个地方。多米尼克一边平稳地划着双桨，一边回忆起童年与父亲在此的时光。他看着艾琳意有所指地说道：“像你这样的贵族小姐，应该会觉得这种乡下地方很无聊吧？”艾琳连忙摇头否认，说这里让她想起了家乡的索尔。多米尼克听后动作微微一顿，说自己曾在那里见过别墅，只是3年前肩膀受伤后就再没去过。听到肩膀受伤这几个字，艾琳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艾琳心中顿时懊悔万分，责怪自己不该提起这个话题。多米尼克却神色如常，甚至主动提出要去拜访艾琳的姨祖母。艾琳只能强装镇定的客套回应。然而多米尼克接下来的话却让他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他说自己之所以要去那里，其实是为了寻找一个失踪已久的人。艾琳有些紧张的低声询问多米尼克要找的究竟是谁。多米尼克无奈的叹了口气，说自己曾在森林里遭遇袭击，当时多亏身边有一个人出现，虽然分不清对方是救是害，但自那之后那人就彻底消失。多米尼克曾派人暗中调查，可对方穿着背带裤和旧外套，头上还戴着一顶贝雷帽，符合这种装束的男人实在太多。听到这几个熟悉的特征，艾琳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原来当时自己女扮男装，让多米尼克误以为是男人。多米尼克接着自嘲地笑了笑，说自己其实很快就放弃了寻找，因为就算真的把人找到，大概也只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听到这里，易灵只能尴尬附和，根本不敢多说一个字。艾琳在心底暗自松了一口气，看来多米尼克确实没看清长相，不过他心里也非常清楚，要是多米尼克真的查出真相，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就在艾琳胡思乱想的时候，意外却在瞬间发生了。她肩膀上的披肩突然滑落，连带着上面别着的精致胸针一起掉落。那枚胸针绝对不能丢！艾琳急得大喊出声，下意识地伸手去抓。多米尼克见状吓了一跳，赶紧大声警告他注意危险。艾琳急得眼泪快要掉下来，大喊着让多米尼克把船划近，说那可是皇太妃送的传家宝。多米尼克没有办法，只能赶紧控制着船靠过去。可就算艾琳拼命往前够，指尖还是差了那么一点，只能眼睁睁看着胸针越飘越远。这下艾琳彻底慌了神，这东西根本就不属于她。1年后两人协议离婚时，她必须原封不动地还回去。想到这里，易灵心一横，直接让多米尼克在船上别动。多米尼克还没反应过来，急忙追问他到底想干什么。可话还没来得及说完，艾琳就已经开始脱外套了。只听扑通一声巨响，艾琳直接跳进了河里。多米尼克急得大喊他的名字，艾琳却在水里冲他挥手，让他稍微在船上等一下，自己马上就能游上来。看着在水里游得正欢的艾琳，多米尼克无奈的直叹气，觉得这个女人真是疯了。好在易灵的水性非常不错，没一会儿就游到了跟前，一把抓住了快要沉底的胸针。艾琳高兴地冲着船上大喊，说自己终于把胸针抓到了。可多米尼克却根本笑不出来，看着浑身湿透的艾琳，没好气的让她看看现在的样子，命令她赶紧先上船再说。艾琳一时还没反应过来，多米尼克就已经伸出大手，一把将她从水里拉了上来。看着衣服紧贴在身上的艾琳，多米尼克抱怨她太乱来。由于刚才拉人的动作太急，两人直接结结实实撞在一起。艾琳被撞得有些发懵，赶紧抬头问多米尼克有没有事。可这一抬头，两人的距离近的有些过分。艾琳的双手正抵在对方胸前，船上的气氛瞬间变得暧昧。艾琳慌得不知所措，赶紧结结巴巴的开口道歉，说自己身上全是水，只是太高兴能拿回披肩。看着语无伦次的艾琳，多米尼克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眼神显得有些异样。
多米尼克心里烦躁的不行，他发现自己最近越来越容易被艾琳所影响。刚才艾琳跳河的那一瞬间，他感觉自己整个人都慌了，从来没有哪个女人能让他如此心惊肉跳。但他很快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在心中默默提醒自己，这段关系1年后就会结束，绝不能再让艾琳靠近自己。多米尼克瞬间沉下脸，严肃地质问艾琳，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万一真的出事了该怎么办？艾琳有些不好意思的道歉，解释说自己当时太焦急，身体没过脑子就动了，而且自己其实会游泳，只是刚才忘了提前说明。多米尼克听完冷冷警告他，以后绝对不许再这样，说自己可不想因为他折寿，随后便冷漠地转过身，示意现在该回去了。艾琳心里有些纳闷，多米尼克虽然嘴上说的难听，但他能明显感觉得出来，刚才他是真的很担心自己。没过多久，两人就回到了别墅。妮亚听说多米尼克这就要走，急得不行，说他连1个星期都没待满，怎么能说走就走？多米尼克却冷淡地解释，自己本来就是挤出时间过来的，现在必须得赶回去了。接着他转头看向艾琳，说如果艾琳喜欢这里，可以自己留下来多住几天。艾琳听了感到有些意外，虽然她一开始确实不想来，但也没想到多米尼克会这么急着要回去。艾琳心里有些难受，他真的就这么讨厌和自己待在一起吗？多米尼克却已经做好了决定，甚至打算如果王都的家里不便，自己就先去住旅馆，并冷声吩咐妮亚去准备行李。妮亚说他大老远跑来这一趟，结果屁股还没坐热就急着走。多米尼克没有多做解释，只说自己先去书房待一会儿，便转身冷漠地离开了房间。看着多米尼克离去的背影，艾琳心里五味杂陈。而回到书房的多米尼克内心也同样无法平静，他不断地在心里警告自己，艾琳不过是一个1年后就会离开的人，自己绝不能对他动心。可越是这样强行压抑，他的心就变得越乱，甚至开始有些控制不住自己对艾琳的感情了。刚回到王都，一个重磅消息就迅速传开了，皇太子竟然要和西尔维亚订婚。珍妮斯家里也收到了邀请函，母亲对此兴奋不已，觉得这是结交权贵的大好机会。可珍妮斯却一脸不屑，当场冷冰冰地泼起了冷水。母亲听了十分不悦，直接戳穿了她的伪装，说她以前总找艾琳的麻烦，现在倒装起清高来了，还质问她是不是和罗伊斯吵架了。被戳中痛处的珍妮斯脸色顿时变得无比阴沉，母亲也懒得惯着她的脾气，直接让她别在这里扫兴。这下彻底把珍妮斯惹火了，她二话不说，直接甩手离开了房间。她突然想起玛格丽特夫人的话，艾琳在露台上勾引公爵。珍妮斯顿时冷笑起来，难怪依琳能突然嫁给公爵，原来私底下是这种货色，这下可算是抓到把柄了。珍妮斯暗自发誓，一定要当众揭穿艾琳的真面目，让她彻底身败名裂。另一边的旧庄园里，似乎很久没人打扫了，到处都落满了厚厚的灰尘。皇太子有些不解地发问，既然是去度蜜月，怎么这么快就赶回来了？难道就为了翻修这栋旧庄园？多米尼克只推说工作太忙，可皇太子根本不信，直接戳穿了他的谎言，问他是不是因为那个女人。听到这个名字，多米尼克顿时陷入了沉默。那个叫凯西的女人确实在这栋庄园里留下了太多抹不掉的痕迹，无论是窗边的钢琴，还是曾经温存过的沙发，到处都有她的影子。这大概就是他急着要翻修这里的原因吧。可奇怪的是，站在刚翻修好的窗前，多米尼克脑子里出现的居然不是凯西，而是艾琳的身影。明明一直告诫自己不要陷进去，可意林的一举一动却早就深深印在了他。多米尼克回过神来，冷冷地否认了皇太子的猜测，只说这里只是该翻修了，随后便找了个借口，直接转身离开。看着多米尼克离去的背影，皇太子什么也没说，但多米尼克自己心里清楚，他已经快要控制不住自己的心了。这下麻烦了，他到底该怎么面对艾琳？就在多米尼克心烦意乱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看着眼前这个熟悉的女人，多米尼克整个人都愣住了，因为来人不是别人，正是消失已久的凯西。凯西倒是一脸轻松的打招呼，说自己才刚回来，可多米尼克却根本笑不出来，这个女人还是一如既往的厚颜无耻。当年这个女人靠着手段在社交界混得风生水起，甚至把多米尼克当成了自己的下一个猎物。面对她当初的猛烈追求，就在多米尼克准备认真的时候，她却突然拍拍屁股，直接消失到了国外。如今她突然回来，还借口说是顺路经过附近的精品店，可多米尼克心里清楚得很，这附近根本没有他看得上的店。他这次特意找上门来，显然是另有所图。多米尼克懒得跟他废话，直接找借口准备离开。眼看多米尼克要走，凯西急忙在后面叫住他，希望他能停下来听自己解释。多米尼克虽然停下了脚步，但态度依旧冷冰冰的，只让他长话短说。凯西犹豫了一下，还是厚着脸皮说自己很想他，试图用旧情来打动他。可多米尼克根本不吃这一套，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就直接冷冷地打断了他。多米尼克连多待1秒都觉得烦，直接坐上马车扬长而去，只留下凯西一个人站在原地。坐在马车里的多米尼克只觉得头疼的厉害，本来因为艾琳的事情，他的脑子里就已经够乱的了，结果现在凯西又突然冒出来搅局，这接二连三的麻烦事让他整个人都快烦透了。而另一边，看着渐渐远去的马车，凯西不仅没有生气，反而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随着侍从的宣告声响彻大厅，多米尼克和艾琳手挽着手，正式步入了皇宫的宴会厅。看着眼前金碧辉煌的景象，艾琳只觉得有些喘不过气。这种顶级的皇家宴会根本不是她以前能接触到的，她甚至开始有些心虚，觉得自己这个公爵夫人的身份就像是在欺骗整个王国一样。
可还没等他多想，迎面走来的贵族就纷纷退让，恭敬地向他们弯腰行礼。看着这些人理所当然的态度，艾琳这才真切地意识到自己现在的身份到底意味着什么。虽然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但艾琳还是觉得随时都有可能露怯。就在她局促不安的时候，一位侯爵夫人笑着迎了上来，热情地跟她打起了招呼。艾琳赶紧打起精神应对，把之前的功劳都归功于对方。两人客套地寒暄起来。侯爵夫人顺势提出想介绍几个朋友给艾琳认识，这显然是个拓展社交圈的好机会。可伊琳心里没底，只能转头看向身旁的多米尼克，直到多米尼克微微点头默许，她这才稍微松了一口气。在侯爵夫人的引荐下，艾琳很快就融入了贵妇们的圈子，这比她预想的要顺利得多。她心里对侯爵夫人充满了感激。可还没等她松口气，宴会厅里突然传来一阵骚动，周围的人开始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顺着大家的视线看过去，一对衣着华丽的男女正挽手走来，他们一出场就瞬间夺走了全场所有的目光。看着这大阵仗，艾琳有些好奇地向侯爵夫人打听，这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刚从国外回来的米尔顿兄妹。当年这两人在社交界可是风云人物，如今他们突然高调回归，不知道又会掀起怎样的风波。侯爵夫人压低声音告诉艾琳，这位米尔顿小姐当年甚至差点成了皇太子妃的候选人。看着迎面走来的女人，艾琳也不得不承认，对方身上确实有着一种让人移不开眼的独特魅力。此时周围的男贵族们也开始兴奋地议论起来，甚至有人开玩笑说想向她求婚，但立刻被同伴泼了冷水，说这位大小姐的眼光高得很，一般人根本瞧不上。然而就在全场都在为他们兴奋时，站在远处的多米尼克却只是冷冷地看着这一切。他心里非常清楚，凯西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绝对没安什么好心。看着多米尼克那防备的眼神，凯西不仅没有收敛，反而露出了挑衅的微笑，这让多米尼克心里更加警惕。他暗自下定决心，不管这个女人这次回来想耍什么花招，自己都绝对不会让她得逞。另一边，好不容易从应酬中脱身的艾琳只觉得整个人都快累瘫了，面对那些虚伪的客套，她实在是有些应付不来，只想赶紧找个安静的地方歇一会儿。可还没等她走远，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呼喊声。艾琳疑惑地回过头，却发现来人竟然是继母。看着对方脸上那热情的笑容，艾琳心里顿时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她知道对方是故意在宴会上堵她，因为正常预约根本见不到面。艾琳冷冷地问对方什么事，继母却假惺惺地笑起来，说家人见面哪里需要什么理由，还把身后的艾琳父亲给拉了过来。看着父亲那局促不安的样子，艾琳心里很清楚，他肯定是被这个女人强行拽来的。艾琳实在懒得和他演戏，直接让对方有话直说。继母见状也不再装了，凑到艾琳耳边说出了真实目的。原来父亲最近破产了，他这次来就是想让艾琳出钱接济。这下麻烦了，这帮吸血鬼果然又粘上来了。听到对方的无理要求，艾琳只觉得一阵恶心，本以为已经彻底摆脱了那个家庭，没想到他们还是像狗皮膏药一样粘了过来。艾琳真想直接把他们轰出去，但又担心会给公爵府带来不好的舆论，无奈之下她只能选择妥协，答应先帮他们想想办法，但警告对方绝对不能告诉多米尼克。继母一听有钱拿，立刻喜笑颜开的答应了。好不容易摆脱了那帮吸血鬼，艾琳只觉得一阵头晕目眩，整个人都快站不稳了。就在她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一个银发戴眼镜的绅士走了过来，主动向她伸出了援手。艾琳实在撑不住了，只能道谢，让他扶着自己去旁边的沙发休息。路上，艾琳有些好奇地询问对方的名字，男人礼貌地自我介绍，说自己叫保罗，接着又问艾琳是不是公爵夫人。艾琳有些吃惊，没想到对方居然认识自己。保罗笑了笑说，现在整个王国谁不知道你拿下了最抢手的黄金单身汉。保罗一边说着，一边从怀里掏出一张名片递了过去。原来他真正的身份其实是一名侦探。听到侦探这两个字，艾琳显然有些意外。保罗笑着劝他把名片收好，说不定以后还真有能帮上忙的地方。看着手里的名片，艾琳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她赶紧叫住保罗，问他接不接调查背景的委托。保罗一听，立刻来了兴趣。艾琳深吸了一口气，决定把这件事情交给他去办。这下有意思了，艾琳到底想让保罗去调查谁？好不容易交代完所有事情，艾琳这才终于松了一口气。她觉得自己这次确实找对人了。她把叔叔突然现身的事情全权委托给保罗去暗中调查，虽然不知道能不能查出线索，但至少能让自己买个心安。就在艾琳准备返回宴会厅时，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欢快的呼喊。她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好闺蜜夏洛特。两人自从婚礼之后就一直没有机会见面，这回在宴会上意外碰面，自然是高兴的不行。夏洛特还开玩笑的打趣她，是不是该改口叫公爵夫人了？艾琳被逗得忍不住直发笑，赶紧拉着她别再拿自己寻开心。不过夏洛特这次主动过来，可不单单是为了和她叙旧。她神秘兮兮的拉着艾琳说，西尔维亚也已经到了现场，提议一起过去打个招呼。听到这个名字，艾琳心里多少有些犯嘀咕，毕竟对方一直对公爵有意思，今天这种公开场合应该不会故意找茬吧。夏洛特倒是没想那么多，拉着艾琳就往人群里走去，还兴奋地小声念叨着想去亲眼瞧瞧西尔维亚手上那颗传闻中巨大的订婚钻戒。这下子艾琳也只能硬着头皮跟了过去。此时西尔维亚正被一群贵妇围着，大家都在恭喜他和皇太子的婚事能成功攀上皇室，以后的风光自然是可想而知。
就在这时，艾琳主动走了过去，大方地向他送上了订婚祝福。这一下，周围的议论声顿时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齐刷刷地盯着这两个人。毕竟西尔维亚以前和公爵传过绯闻，如今两人正面交锋，气氛怎么看都显得有些微妙。西尔维亚转过头，客气地向依琳点头道谢，甚至还尊称她为公爵夫人。听到这话，艾琳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看来对方今天并不打算找麻烦，这关算是暂时安全度过了。夏洛特在一旁小声嘀咕说：“西尔维亚不过是在装模作样，毕竟在这么多名流面前，他必须得维持自己得体的相。”艾琳赶紧轻轻拉了拉他，示意他少说两句。可还没等两人多聊几句，夏洛特突然停下了话头，有些惊讶地看向旁边。只见刚刚引起轰动的凯西正踩着高跟鞋朝这边走来，他一边应付着周围人的寒暄，一边径直走向了夏洛特。凯西主动跟夏洛特打招呼，甚至还故意叫错了他的名。夏洛特倒也没有生气，笑着纠正了他，顺便把身边的艾琳介绍给对方，介绍说这位就是新晋的公爵夫人。艾琳虽然心里有些打鼓，但还是礼貌地主动问好，说听说他刚从国外回来。然而凯西并没有立刻接话，只是用一种玩味的眼神打量着艾琳，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怎么看都让人觉得非常不舒服。凯西有些疑惑地开口表示，自己以前经常来首都，却从来没有见过艾琳。艾琳客气地解释说，自己之前一直在乡下照顾长辈，所以很少在社交界露面。听到这个回答，凯西突然凑了过来，笑着说：“艾琳真是厉害，没在首都待多久，就成功拿下了公爵的心。”这话听着有些刺耳，艾琳总觉得对方话里有话，就好像是自己把多米尼克从别人手里抢过来的一样。但凯西很快又换了一副面孔，热情地拉着艾琳的手套，近乎说自己刚回国，对这里很陌生，希望能和艾琳成为朋友。艾琳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但面子上也不好直接拒绝，只能客套地答应下来。可她根本没有注意到，凯西低下头的那一瞬间，脸上闪过的那抹阴冷笑意。接着凯西顺势提出自己过几天要举办一场茶会，邀请艾琳一定要来参加。艾琳直接答应了邀请。看着凯西离去的背影，多米尼克并没有打算就这么放过他，他直接跟了上去，在没人的地方拦住了凯西。凯西倒是一点也不慌张，反而笑着说自己正想去找他。多米尼克根本不想和他废话，冷冷低质问他为什么要接近艾琳。凯西却装作一副无辜的样子，说自己只是对新任公爵夫人感到好奇。听到这个回答，多米尼克直接沉下了脸，警告他没有资格接近艾琳，他让凯西最好老实一点，别动什么歪心思。可面对多米尼克的警告，凯西不仅没有害怕，反而露出了一个挑衅的微笑。他质问多米尼克是不是因为赌气才随便娶了艾琳，他甚至主动拉住多米尼克，哀求对方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可多米尼克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冷酷地甩开了他的手，冷冷地表示他现在什么都不是，他今天特意过来只是警告凯西离他的家人远一点。凯西急了，追问他为什么还要去以前的别墅，觉得他心里肯定还有留恋。多米尼克却冷笑了一声，说去那里只是因为要重新装修，要把过去的一切彻底抹掉。听到这个回答，凯西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多米尼克没有停下脚步，冷冷地丢下最后一次警告。凯西对他而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说完，他头也不回地离开，只留下凯西一个人在原地咬牙切齿。甩掉凯西之后，多米尼克独自走到露台上，只觉得身心俱疲。他心里很清楚，凯西这次回来绝对没安好心。虽然刚才警告了他，但那个女人肯定不会轻易罢手。为了保护艾琳的安全，他必须得派人把凯西给死死盯住。就在多米尼克心烦意乱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艾琳笑着走了过来，问他是不是躲在这里偷懒。看到艾琳出现，多米尼克原本紧绷的脸色终于缓和了下来。他轻声回应说：“你来的正是时候，今天辛苦了，毕竟这种场合确实折腾人。”艾琳却只是温柔地笑了笑，说：“这都是自己分内的事。”多米尼克轻轻应了一声，接着嘱咐他这几天一定要好好休息。他一边说着，一边温柔地帮他整理头发，随后主动提议要带他出去散散心，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艾琳整个人都愣住了。几天后的庄园，多米尼克正准备带艾琳出门，看着眼前的骏马，艾琳有些紧张地表示自己可以试着骑上去。多米尼克却直接拆穿他，说他以前根本就没骑过马。还没等艾琳开口解释，他就被多米尼克一把抱上马背。多米尼克笑着问他在上面的感觉怎么样。艾琳有些局促地回答，感觉还算可以。多米尼克直接从身后环抱住他，伸手拉起了缰绳。他温柔地在耳边表示，今天一天都要这样一起骑，让他早点习惯这种感觉。其实，在之前的订婚宴上，多米尼克主动提出带他出去，这让艾琳觉得就像是在约会一样。多米尼克看他有些犹豫，便体贴地表示自己并非强迫，去不去全看他自己的意愿。艾琳赶紧摆手解释，说自己其实非常想去。多米尼克听了很高兴，接着问他有没有想去的地方。艾琳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思索着该怎么开口。他坦白说自己一直想学骑马，以前看着别的名媛在马背上英姿飒爽，心里其实羡慕得不行，可惜自己一直没有机会。多米尼克听完笑了笑，觉得这个提议很不错，直接就答应了下来。多米尼克笑着让他期待一下，说自己知道一个好地方。可依琳怎么也没想到，他说的带自己出来散心，居然是两个人同骑一匹马。这下可把艾琳给整不会了，整个人紧贴在多米尼克怀里，紧张的连手都不知道该往哪放。他只能拼命把头低下去，生怕被对方看出自己的异样。多米尼克在身后提醒他，骑马的时候可不能一直盯着地面。还没等艾琳反应过来，多米尼克就凑到他耳边，让他抬起头往前看。
等艾琳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眼前的景色确实开阔了不少。多米尼克笑着问他：“这里的景色怎么样？”艾琳由衷的赞叹：“确实很美。”多米尼克也轻声附和了一句。接着，多米尼克带他来到了一个新地方。艾琳有些好奇地问：“这里是什么地方？”多米尼克解释说：“这是他的私人马厩，里面养的都是他的赛马。”艾琳有些惊讶，问他平时是不是也会去参赛。多米尼克笑着承认了，还主动约他说下次比赛的时候要带他一起去现场看看。多米尼克话锋一转，说：“今天最要紧的还是先上骑马课。”说着，他牵出了一匹马。艾琳一看到这匹马，整个人都兴奋起来了，只夸她长得漂亮又可爱，不仅眼睛好看，连毛发摸起来都特别软。多米尼克在旁边笑着解释，说自己特意挑了一匹温顺的，肯定能照顾好他。接着，多米尼克朝他伸出手，准备扶他上马，让他自己试着踩着马凳上去。面对多米尼克伸过来的手，艾琳有些紧张地答应了，把手交到了他的手心里。在多米尼克的帮助下，艾琳顺利骑上了马。多米尼克在旁边轻声安慰他，让他别害怕一个人骑，自己会一直在旁边看着他。他还笑着鼓励艾琳，让他慢慢学，等学会了以后，两个人还可以一起去打猎。听到这话，艾琳心里一暖，笑着答应会好好努力。不过他很快又反应过来一件事，既然现在是自己练习骑马，那等会儿回去的时候，岂不是又要像来时那样，两个人同骑一匹马回去了？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同骑了，但艾琳还是觉得自己根本适应不了这种距离。走着走着，艾琳发现回去的路好像不太对劲。多米尼克笑着承认了，说既然都出来了，不如顺道去个地方。穿过树林，眼前居然出现了一个隐秘的湖泊。艾琳有些惊讶，说自己以前从来不知道这里还有个湖。多米尼克解释说，这里藏得很深，确实没多少人知道。多米尼克一边扶他下马，一边跟他聊起小时候的事，说这里曾是他和皇太子的秘密基地，两个人以前经常在这附近打猎。艾琳听了忍不住打趣，说他们小时候一定很可爱。多米尼克看着他，叮嘱他以后要每天坚持练习骑马，这样下次过来的时候，两个人就能各自骑一匹马了。听到这话，艾琳有些哭笑不得，心想他特意带自己来这儿，难道就是为了说这个？看着多米尼克认真的样子，艾琳心里有些犯嘀咕，明明两人的婚姻只是契约关系，他却总是在规划他们的未来。不过在这一刻，艾琳突然觉得那些期限和契约都不重要了。她笑着答应会好好练习。听到这个回答，多米尼克却突然愣住了。他有些懊恼地捂住嘴，觉得自己刚刚有些失言了，怎么能对一个契约妻子说出这种承诺未来的话？多米尼克心里很清楚，只要和艾琳待在一起，自己的理智就会彻底失控，甚至会说出一些连自己都意外的话。这种感觉就像是生病了一样。艾琳蹲在湖边，兴奋地招呼多米尼克过去，说这里的湖水颜色很特别。多米尼克虽然觉得好看，但还是提醒他离水边远一点，甚至还开玩笑说，要是他再掉进湖里，自己可真受不了。艾琳被说的有些不好意思，赶紧让他别再提以前的糗事了。树丛后面传来一阵马蹄声，米尔顿兄妹骑着马慢慢走近，看着多米尼克和艾琳亲密的样子，米尔顿哥哥忍不住打趣说，真没想到公爵还有这么温柔的一面，两个人看起来感情还挺好。接着他转过头，似笑非笑地看向身边的人，说这和你想的不太一样，心里一定很失望吧。骑在马上的正是凯西，他冷冷地看着远处的两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多米尼克怎么可能动了真心？他娶艾琳明明只是为了复仇，这绝对是一场虚假的婚姻。可看着多米尼克那温柔的眼神，凯西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这时哥哥骑着马准备离开，还转头问他要不要一起走。凯西根本没有理会，只是死死盯着那个原本属于他的位置。他绝对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宴会前，皇太妃正拉着艾琳，不停夸赞着米尔顿家的少爷，甚至遗憾他不是自己的儿。看着旁边一脸冷淡的多米尼克，皇太妃忍不住打趣调侃，说他今天能陪艾琳来赴宴，就已经算尽了孝道。多米尼克这冷冰冰的态度，让皇太妃有些无奈抱怨。就在这时，又有一辆马车停下，走下来的正是西尔维亚。皇太妃笑着迎上去打趣，直接称呼西尔维亚为皇太子妃。两人一见面就热络地聊起来。皇太子出面打断了谈话，招呼大家先进屋，别让里面久等。宴会正式开始，凯西热情地招待着大家。看着满桌的丰盛菜肴，凯西笑着询问大家的口味。得到满意的答复后，凯西突然话锋一转，看向多米尼克。他笑着提起多米尼克以前最喜欢他们家厨师做的菜，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合胃口。听到这话，多米尼克瞬间停下动作，没有立刻接话，气氛再次变得微妙起来。宴席上，皇太妃有些意外，没想到多米尼克以前经常来这里。凯西笑着接过话茬解释说，多米尼克以前经常找他父亲谈生意。说完还转头向多米尼克求证。面对凯西的询问，多米尼克只是保持沉默，没有说话。皇太子见状赶紧出来打圆场，笑着说自己以前也经常因公过来。接着有人把话题转到侯爵夫妇身上，询问他们这次是不是不打算回国了。凯西解释说自己只是先回来，父母过几天就会到。就在这时，西尔维亚突然开口，好奇地问起凯西为什么突然回国，还提到听说凯西在国外正准备结婚。这话一出，凯西整个人都僵住了，气氛瞬间冷到了极点。皇太子觉得有些尴尬，赶紧出面打圆场，认为西尔维亚不该提起这件事。凯西倒是表现得很坦然，主动表示没关系，这种事大家会好奇也很正常。他解释说在结婚前自己犹豫了，不确定对方是不是那个对的人。皇太妃听了赶紧出言安慰，说这种婚前焦虑也是常有的事，
凯西笑着道谢，表示其实自己并没有那么难过。接着他话锋一转，说其实是因为自己心里一直藏着另一段无法说出口的感情。说这话时，他的视线死死盯着多米尼克。坐在一旁的艾琳察觉到了不对劲，他注意到多米尼克有些异样，关切地询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谁能想到多米尼克不仅没有回答，反而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凑过去亲了艾琳一下，还极其温柔地叫她亲爱的。这一举动直接把在场的人看傻了，尤其是西尔维亚和凯西，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艾琳更是被这突如其来的亲密整得有些不知所措。虽然两人名义上是夫妻，但多米尼克以前从不会在外面这样。看着多米尼克脸上若无其事的微笑，艾琳心里开始犯嘀咕，他今天到底是怎么了？皇太妃笑着打趣说，明年说不定就能抱上孙子了。听到这话，艾琳尴尬的不行，红着脸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就在这时，凯西的哥哥出面打破尴尬，提议晚宴结束后换个地方，他打算带皇太妃去欣赏一幅画，并顺便邀请多米尼克一起去。多米尼克直接拒绝了，表示自己对艺术没什么兴趣。皇太子见状便提议两人去抽雪茄，多米尼克这才答应下来。随着几人各自离开，艾琳心里有些犯嘀咕，因为接下来就只剩下她和另外2位女士了。果然，凯西主动提议要不要一起去散散步。艾琳虽然有些局促，但还是笑着答应了。随后，凯西带着两人来到了花园。西尔维亚看着眼前的景色，由衷的赞叹花园确实很美。凯西在一旁打趣，问他这里和皇宫的花园比起来怎么样？西尔维亚笑着表示各有各的魅力。两人一唱一和的聊着天，聊着聊着，西尔维亚突然想起了什么，转头看向艾琳，他有些八卦的问依琳，刚刚多米尼克对他那么温柔，平时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提问，艾琳笑着解释说，多米尼克其实是个很温柔的人，虽然外表看着冷淡，但内心比谁都暖。本以为这样敷衍过去就没事了，谁能想到西尔维亚根本没打算放过他。接着又抛出了一个更犀利的问题，你之前一直在远房亲戚家住，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突然结婚的？难道是在那里私下见面的？这下麻烦了，毕竟两人的婚姻只是契约关系。面对这个追问，艾琳一时间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圆谎，要是再不开口，对方肯定要起疑心了。就在这尴尬的关头，一个侍从突然急匆匆地跑了过来，说皇太妃现在要立刻见公爵夫人。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这个消息对艾琳来说简直就是救命稻草。她赶紧顺水推舟跟西尔维亚道了个歉，急匆匆地跟着侍从离开了。这下子她总算是暂时避开了这个致命的问题。刚才那个问题要是再问下去，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编了。可放松下来之后，艾琳心里却只剩下苦涩。毕竟她和多米尼克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契约，根本没有半点感情可言。可为了不穿帮，她还得随时准备在人前演戏。就在她跟着侍从往前走时，头顶突然传来了说话声。抬头一看，皇太子和多米尼克正在阳台上聊天，而且聊的内容似乎正和他有关。为了不惹麻烦，他赶紧找了个借口，把带路的侍从给打发走了。本想着自己也赶紧离开，可上面接下来的对话却让他迈不开腿了。皇太子叹了口气，主动提起当年的事，说自己其实挺愧疚的，要不是为了让西尔维亚死心，他也不会逼着多米尼克结婚，甚至还拿矿山当筹码来做交易。听到这，多米尼克并没有反驳，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说这确实是事实。这几句话像一记重锤砸在艾琳心里，她这下全明白了，多米尼克当初娶她背后竟然还有这样的交易。原来自己从头到尾都只是别人感情游戏里的棋子，她只觉得脑子里乱成一团，只想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再待下去只会让自己更难堪。而且她也终于想明白了，晚宴上多米尼克那个突如其来的吻根本不是因为什么感情，不过是做给别人看的戏码罢了。这之后发生的事情，艾琳已经记不太清了，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回到大公府的。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她一时间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她觉得自己真傻，竟然对这段契约婚姻动了心。就在这时，多米尼克突然推门走了进来。看着突然回来的多米尼克，艾琳赶紧收起惊喜，谎称自己只是在整理头发。多米尼克看起来有些疲惫，说自己今晚实在太累了，只想早点休息。听到这话，艾琳忍不住有些担心，她主动走上前去，问是不是她的旧伤又犯了。毕竟最近晚上，她总能看到多米尼克疼得翻来覆去，她想帮他看看伤口。看着艾琳那满是担忧的脸，多米尼克心里有些无奈，他总是这样毫无防备的靠近，让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多米尼克还是拉开了衣领，嘴上说着只是偶尔有点疼。艾琳看着那道已经愈合的伤疤，心里稍微松了口气。可她又想起了自己隐瞒的那个秘密，她目睹的一切一直像块石头一样压在心里。她甚至在想，如果自己把真相说出来，多米尼克会不会理解她？就在他想得出神的时候，多米尼克的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问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多米尼克其实早就看出来了，从侯爵府回来之后，艾琳就一直心事重重的。艾琳赶紧找借口掩饰，说自己只是有些累了。她一边为自己刚才的唐突道歉，一边劝他如果伤口还疼就去看医生。可话还没说完，多米尼克突然一伸手，直接把他拉进了怀里。看着近在咫尺的多米尼克，艾琳有些不知所措的轻声唤他，他到底想干什么？